他明明是暗影君王程萧雨的亲儿子，他更是百焰君王巴兰唯一的血脉，两人本该是不死不休的宿敌才对。可如今这恶魔之王一族的唯一血脉，却是暗影君王后代的仆人。原来这是一个被外神所统治的世界，自古以来创造了无数宇宙至高无上的存在，他们被称之为绝对者。绝对者痴迷于追求永恒不灭，在此过程中，无数物质灵魂规则应运而生。但在这无聊且难耐的无尽循环中，绝对者突然想出一种游戏，那就是旁观被改造物们的战争。这对绝对者来说是一种乐趣，被造物们在无尽的战争中战斗、死亡并投胎转世，如此周而复始。然而这仅仅是为了让绝对者消闲解闷。不过意外还是发生了，旁观无休止战争的绝对者，有一天被自己创造的造物所杀害。异世界的绝对者得知消息后，为了观测失去主人的世界而齐聚一堂。同族之死，而且还是被造物所杀害。谁曾想绝对者们对此却是无动于衷。现在的他们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失去主人的力量，谁先抢到那就是属于谁的。而我就处于这个绝对者所创造的世界，并且考上了国家美术学院。对此好友却是一脸的不可置信，就你这种糙汉子居然也能考上美院，而我却还要复读1年。这时一道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恭喜你程修豪，听说你考上美院了，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才华，你什么时候还有绘画天赋？而来人正是校霸王承哲。特么的，我再警告你一遍，我不是王承哲，我是李英彻，都是因为你我称霸高中的计划泡汤了。对此我一脸不屑，托我的福你也能顺利毕业了不是吗？而同学们对这种场面已经见怪不怪了，都快毕业了，李英彻怎么还这么幼稚？为什么他每次非要去招惹他？父母下落不明却还在强颜欢笑的程修豪呢？谁曾想下一秒李英彻居然还想要对我动手，但我先是一个侧身躲开他的攻击，紧接着一把摁住他的头部。临近毕业你给我老实点。说罢眼中迸发出一股杀气，一个飞膝就狠狠地踢到了他的脸上。但李英彻却突然一脸坏笑，说着就将力量汇聚于右手之中。你是没吃饭吗程修豪？随后一拳就将我直接轰进了墙壁。见此一幕的我也当场傻眼，一旁的同学们也都被吓得张大了嘴巴。这时李英彻才收回了攻击，墙壁上更是留下了一个井口粗的大洞。李英彻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时间转眼就过去了3年，而我也进入了大2。这时的周围是闹哄哄的一片，原来是在主楼上的课都改到副楼教室，请大家尽快去副楼上课。猎人已经进入了传送口讨伐魔兽，因此大家暂时都不能进去。这时一名西装男询问到猎人进去多久？8个多小时了，评级都是D级，猎人也应该要出来了。而外面还在提醒让非猎人人员尽快离开，继续逗留会有危险。而这一切都是因3年前而起。3年前全世界出现传送口后，世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送口是通往地下城的通道，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大量魔兽从中涌出来伤害人类，但就像是与之抗衡的一样，人类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拥有魔力的异能者大量出现，觉醒这门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瞬息万变的世界原以为混乱会一直持续，但是一名叫做吴振哲的觉醒者创立了猎人协会，集结觉醒者并设立猎人意志，混乱的状态很快就得到控制。因此现在的人类分为2种人，一种是觉醒者身份的猎人，另一种是未觉醒身份的普通人。有些外人需要像蚂蚁一样工作来换取报酬，而有些人却什么都不用做也能得到可观的报酬。在这样不公的社会结构中，蚂蚁们深刻地认识到与觉醒者之间的差距，他们无论如何去努力，也无法弥补与最低级觉醒者之间的差距。如果猎人不去守护传送口的话，整个世界就会因此而毁灭，也就是没有觉醒者的话，这些未觉醒者就无法生存。反之，如果没有未觉醒者的话，觉醒者也依然能够继续生存。因此大众对于猎人还是心存感激的，因为他们的存在，大众才能过得上安稳的日子。但同时心中的恐慌感也油然而生，大家已经逐渐习惯无法拥有的状态，失去踪迹的父母，掌握在他人手中的生命，还有那个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时期，失去了一切而留下的缺口，全都被这股无奈感所占据。妈妈常说我像爸爸，这种有心无力的局面，如果是爸爸的话会如何破局呢？这时一声修好打断了我的思绪，今天你的专注力不错嘛，画什么呢那么认真，你这只蚂蚁画的可真别致呢。不对，应该说它像是蚂蚁人。对此我也是一脸懵逼，我怎么就画了个阵？与此同时的外面街道，猎人们也终于从传送门缓缓走出，看样子这次倒像是挺轻松的，一副凯旋而归的样子。这时一名负责采访记录的工作人员询问道，您辛苦了王仲修猎人。但王仲修却是一脸的严肃，虽说这次讨伐地下城大获成功，但有一件事必须得向猎人协会报告，我们这次遭遇到新型魔兽了，眼睛和口中能喷射蓝色火焰的人形魔兽，主要利用爪子和獠牙攻击，但杀伤力很低。这次被他挠到了，但没感觉有任何不适，所以看起来对我们构不成什么威胁。这也是自传送口出现以来第一次遇到的魔兽，幸好不是什么危险的家伙。可下一秒，王仲修被刺伤的地方突然流出鲜血，并从伤口内迸发出一股诡异的能量，顿时整个人开始恍惚了起来。见此一幕的采访人员当即疑惑道，你没事吧？但王仲修却似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于是采访人员再次喊了一声王仲修猎人，可谁曾想王仲修突然大吼一声，口中喷涌出一股诡异的蓝色能量，紧接着一把洞穿了采访人员的胸口。见状，一旁的猎人队友也是一脸惊讶，王仲修猎人这是怎么了？此时的王仲修早已没有了猎人的样子，
抓住人类就是一顿狂咬。见状，街上的行人也只能纷纷逃命。同学们也是好奇地向窗外面望去，可看到下面的场景后，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街上的被猎人咬过的人类居然互相攻击了起来，眼里还冒着蓝色火焰。现在的他们就像是魔兽一般，该不会是发生地下城失控事件了吧？这时，有的人主张赶紧逃命，有的人则要等猎人来救援。林老师，您不是觉醒者吗？你快想想办法呀！但林老师也是一脸无奈，我只是一名区区的1级觉醒者而已。可下一秒，对面楼上就出现了被感染猎人的身影。只见他突然一脚猛地踩碎地面，一个爆射就朝着我这边袭了过来。见状，同学们一时被吓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我却第一时间就反应了过来，并大声提醒道赶紧逃命。可在逃跑的途中，却发现了一名被吓得双腿发软的同学，只是一个劲的祈求我救救他，但我却在第一时间想到了猎人，也只有猎人能救他。但转瞬间，我的内心就被不甘所占据，留下他的话只有死路一条。但身为未觉醒者的我又能做什么呢？这该死的未觉醒者，一味的抱怨又能改变什么呢？还是想想能做的事吧。程修好，如果是爸爸在这里的话，这时候他会怎么做呢？父亲伟岸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眼看感染者就要冲向女孩之时，程修豪终于选择出手了。因为爸爸如果在这里的话，他肯定不会选择袖手旁观。这时我突然想到了曾经做过的一个梦，就和游戏一样的梦，每上一层怪物就会变得更厉害一些，而我为了能够打败他们，就只能不断的去进行升级。因为遇到强大的怪物，我就必须要变得比他们更为强大。经过无数次的挑战之后，我终于到达了最后一层，在那里我遇到了最终 BOSS。虽然他是敌人，但他的强大却让我心生羡慕，甚至产生了敬佩之情。但不知为何，这 BOSS 却突然摸着我的额头。游戏好玩吗？闻听此言的我一脸疑惑。游戏，而且面前的这人怎么如此熟悉？老爸，他应该是我的老爸。我觉得梦境中出现的可能是老爸在我心中的样子，强大且十分稳重的老爸。但他又是如何变得如此强大的呢？那么老爸，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时刻，假如换作是你的话，你应该也会像我这样做的吧？那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我曾听说没有魔力的觉醒者，即使发起攻击也不能伤害到魔兽。可随后我突然反应了过来，眼前的这一切难道都是我做的吗？这只魔兽真的是被我打倒的吗？可下一秒我却惊讶地发现，时间不知为何突然静止了。这时我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对话框：您已满足秘密任务弱者勇气的完成条件，您已获得玩家资格，请问您是否接受？而且眼前的这个场景和我之前的梦境简直是一模一样。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的话，在这种绝境的情况下，我又有什么理由去拒绝他呢？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选择接受。随着眼前突然闪过了一道金光，只听系统叮的一声响起：欢迎您成为玩家，任务奖励秘密任务弱者的勇气，大巫师坎迪阿鲁的祝福。大巫师坎迪阿鲁为您准备了特别的礼物，拥有坎迪阿鲁的祝福，您就可以拥有健康无损的生活。任务奖励说明：持续效果健康长寿，对所有疾病毒素以及异常状态免疫。处于睡眠状态时，再生能力将大幅度提升。本系统将帮助玩家成长，这不是幻想。生命只有一次，且行且珍惜。姓名程修豪，等级1级，力量、体力、敏捷、智力、感觉均为10，主动技能支配者至全能。难道这是我的游戏状态框？这时系统发来了新任务：消灭神秘火焰兽并升级。与此同时，时间再次恢复了流动。见状，我连忙向一旁的女孩提醒道：快逃！逃跑的同时，我也注意到，从这些魔兽头上的名字来看，对手是被感染的2名未觉醒者和1名猎人。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这么认为，如果我真的是成功觉醒了的话，而且和梦境中的游戏一样，那么我现在就可以轻松杀死眼前这些感染者。于是我立即紧紧地握住拳头，仅只是随手的一拳，就将眼前的未觉醒感染者直接砸入了天花板。果然和我想象中的一样。这时系统也同时传来提示：您已成功击杀未觉醒感染者，而且是仅用了一拳。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再次向另一个未觉醒感染者冲去，对着未觉醒者魔兽就是一个飞踢。通知：您已击杀未觉醒感染者。这时我也升到了2级，但紧接着系统又发来了新任务：消灭神秘火焰兽并升级，而且上一轮的奖励也已经发送。这下我终于可以确定了，原来我真的是觉醒了。然后直接一拳就朝着觉醒感染者一拳轰了过去。但随后我就惊奇地发现，这家伙居然没有死，而且还顺势就对我发动了攻击，利爪直接就撕烂了我的胸口。见状，我立即一脚踏裂地面，并顺势一脚就将觉醒感染者踢向了空中，顺势再查看了一下自己的伤势。该死，游戏中一旦受伤就会被感染，我特么的才觉醒就要变成魔兽了。可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发来提示：感知到伤害灵魂的异常状态，并成功触发健康长寿，异常状态已解除。话音刚落，伤口以肉眼可见之势迅速恢复了起来。这时我才想了起来，健康长寿这个效果好像在状态框看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证明我比感染的地级更低，那么我应该是1级。好不容易才觉醒成功，干嘛要去计较这些等级？但想打我却打不过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觉醒感染者朝我扑来。可就在这时，上一轮的任务奖励突然出现，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选择领取。能力值积分+5，力量积分+3，这奖励也来得正是时候，力量瞬间就来到了14点。于是我一手抓住觉醒感染者的胸口，一口朝着他胸口就砸了过去，紧接着一脚就将其踢向了空中。可下一秒，觉醒感染者瞬间又站了起来，于是我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紧接着又是一拳轰了上去，但发现我的攻击对他来说就像是挠痒痒一般，哪怕是再次加大了手中的力度，但仍旧是无法对其致命性伤害。于是立即心中便有了决定，那就把奖励的积分全部都加到力量之上，然后再次握紧了拳头。不断可以升级的觉醒者，对他人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因为觉醒者在觉醒的瞬间等级就已经成为定数，还从来没有觉醒者可以超越等级继续变强。虽然不知道等级何为觉醒者由谁来决定，但只要有能力摆脱这该死的结构，那就要竭尽全力的去改变，从而无限的提升自己的能力。在成功杀死这只觉醒感染者之后，等级也有所提升，整个人早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能坐在地上不断的喘着粗气。好在我终于是赢了，这下我也成为觉醒者了。现在的我已经有能力了，已经觉醒的我也有能力去解决这场灾难。与此同时的大街上，此时街道上漫都是被感染者，看起来现在的情况不是太妙。但下一秒一道剑光从我眼中一闪而过，原来是一名 C 级觉醒神秘火焰兽，一个爆射就袭到了我的眼前。与此同时的城市里到处都在广播，国家美术学院发生了地下城失控，请附近居民迅速撤离。这时的士兵们小声地发着牢骚，该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们死去。猎人协会派出的猎人什么时候才能到？听说调配 B 级以上的猎人需要时间，也不排除猎人被感染的可能性。同时 C 级觉醒感染者也朝着我走了过来，而且这家伙还持有武器，明显跟其他神秘火焰兽不同。不过刚才升了一级，也许还有几分胜算。可就在这时，对方的武器就挥了过来。见状，我连忙一个闪身躲开，随手抓起一旁的消防灭火器，毫不犹豫就朝着这家伙丢了过去。而 C 级觉醒感染者先是一愣，随后一刀就劈开了灭火器，顿时里面的干粉瞬间就散落了出来，整个房间也充满了粉末。趁着视线不好，我一个爆射就逃了出来。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现在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觉醒者的等级果然不是白分的，也不知道猎人什么时候到，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猎人的支援。这时 C 级觉醒感染者眼睛嘴巴突然冒出了一缕缕蓝色的能量，见状我瞬间就意识到不好，这家伙是盯上了楼上的几个学生。见状几名学生当场就打起了冷战，不好，他要过来了。只见 C 级觉醒感染者一个爆射，瞬间就来到了几名学生的眼前，绝不能让这家伙得逞。随后紧接着就跟了上去，看来指望猎人是指望不上，我自己要尽快想办法解决，必须得拦住这家伙，要不然学生们可就遭殃了。于是一个飞身就和 C 级觉醒感染者站在了一起，哪怕他一击就能要了我的命，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将他给放出去。在经过艰难的一番打斗之后，一不留神胸口被其刺了一刀，瞬间身上就迸射出红色的血液，紧接着更是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然后整个人就虚脱的倒了下去，身上的血量也仅剩下一点。于是我看了看自己胸口，运气还好，或许是系统暂时还不想让我死吧。可就当 C 级觉醒感染者要了结我之时，空中却突然响起了噼里啪啦的电流声，而我整个人此时已经是昏昏欲睡。可随着噼里啪啦的声音越来越大，下一秒就直接劈到了 C 级觉醒者的剑尖之上，顿时一道白色的能量从天而降。就在我即将闭眼昏迷的一瞬间，我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只巨型蚂蚁的身影。对不起，属下来晚了。巨型蚂蚁只是那么随手一劈，瞬间就劈断了 C 级觉醒感染者的胳膊。原来是你们这些蛆虫，居然敢伤害贵人的玉体，那么等待你们的只有死亡。这一击下去，不仅当场秒杀了 C 级觉醒感染者，而这股冲击波也瞬间席卷了整个城市，远处的士兵也被这股力量彻底吓傻。这是怎么回事？巨型蚂蚁秒杀掉 C 级觉醒感染者之后，然后恭敬地蹲在我的旁边。好久不见，属下给您请安了。这时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些儿时零散的片段，那时的我正趴在地上画着什么，突然一只巨爪出现在我的眼前。怪物拿起的画的纸张一看，少主，您这画的是我吗？说到这，怪物突然就哭了起来。少主，我真是太感动了。可下一秒我就突然醒了过来，那是什么东西？这时我才发现，此时正躺在床上，刚才脑海中出现的那个怪物，居然和我画的蚂蚁一模一样。这时我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修豪，你说你这叫什么事啊？你伤得重不重？如果不行的话，姑父给你配几个觉醒者当保镖如何？但我当场就拒绝了姑父的好意。很快，此次地下城失控事件就上了新闻，因为可以产生变异，让各方面备受瞩目。一是发现了可以让猎人感染后变成魔兽的神秘火焰兽，二是此事是发生在市中心，但猎人协会的支援却姗姗来迟。三是当猎人们赶到事发地的时候，校园内的神秘火焰兽已经被全部猎杀，而至今都不知道是何人所为。看着电视上的新闻，这下我也终于可以确定，我这不是在做梦，我真的是觉醒了，而且还和普通的觉醒者不同，我可以不断升级变强。但令我十分疑惑的是，当时和 C 级觉醒神秘火焰兽战斗的时候失败了，可我又是如何活下来的？这时一道声音从我的床下响起，见此一幕的我十分懵逼。好久不见，贝尔参见少主。少主您何时变得如此英俊潇洒？实在是让贝尔感慨万分。这时我脑海里划过无数儿时的记忆碎片，就像重新拼凑起来的一样，脑海中满是过去的记忆。我认识这个蚂蚁，它是小时候跟我一起生活过的黑色生命体之一，为什么这些都被我遗忘了呢？这时贝尔缓缓地说道，贝尔这次从其他次元穿越而来，就是为了面见少主。对此我却十分疑惑，为什么我小时候会和这些黑色生命体一起生活？这事情也太奇怪了，而且记忆中的他好像体型没这么小，这都是因为贝尔穿越次元消耗太多能量所导致。而且他的等级也被系统重置为1级小兵，但贝尔仍旧是一名强大的治疗者。
我的身体也是因为他才恢复如初。贝尔此次的目的本是为我解除封印，却没想到我自己就解除了。而且您曾经做过的那些梦，都是您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而且当初可比现在的您强多了。只不过伟大的暗影君王程萧雨主君只希望少主您能过上平凡的生活，因此才封印了少主的记忆和力量。听到爸爸的消息，我当即就抓狂了起来。你果然和我那失踪的老爸有关，告诉我他现在在哪？闻言，贝尔缓缓地解释道：伟大的暗影君王正身处宇宙，为了跟侵略世界的侵略者们去战斗。闻听此言的我这才明白了过来，原来老爸在默默地保护世界，而且正在抵御来自于外宇宙的神异塔林的侵略。他们派来了很多的使者来侵略我们的世界。贝尔在找寻少主的路上也剿灭了很多敌人，看来地球上出现的传送口和魔兽应该也是和这场战争有关。对了，那我的老妈现在去哪里了？闻言，贝尔思索了片刻，随后整个人身体猛地一震，这怎么可能？夫人失踪了，是异塔林，肯定是异塔林的使徒们干的。闻言，我整个人瞬间就阴冷了下来。这么说来的话，我父母之所以回不来，都是因为那些叫异塔林的家伙，对吗？你可知道我这么多年一个人是怎么过的？无论如何，我都要去找回我的父母。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主君短时间怕是无法来地球了，所以只能等少主变强后，亲自去寻找下落不明的夫人并救回了。那现在少主就得尽快的提升自己的等级了。说罢，只听系统叮的一声，任务暗影试炼，您是伟大的暗影君王之子，但与生俱来的力量已被全部封印。为了激活您这伟大的力量，您需要证明自己是否具备资格，请进入暗影地下城去证明自己。这是通往暗影地下城的钥匙，少主您将钥匙插到少主的影子上吧。随着我将钥匙的缓缓插入，只听咔嚓一声，一股熟悉的磅礴能量出现在我的眼前。少主，进去把原本属于您的力量拿回来吧。我至今都难以相信，什么宇宙，什么神与神之间的战争，什么暗影君王，对现在的我来说都是天方夜谭。但是话说回来，变强如果能见到父母的话，无论升级多么艰难，我都得必须去做。这时贝尔回想起程萧雨之前的嘱咐，主君，贝尔去地球帮少主去解除封印吧。如今异塔林的侵略可能已经蔓延到地球了。闻言，程萧雨淡淡的回应道：去吧，将我儿的力量和记忆找回来吧，让他先去守护地球，剩下的就由你视情况而定。既然主君将这么大的责任交给了我，那么我绝不会辜负主君的期望。贝尔要像对待主君一样，继续陪在少主身边看他成长。少主这里就是了，若是没有主人的同意，活人是无法踏足的亡灵之地。暗影地下城，与其说是暗影地下城，倒不如说是鬼城。但不知道为什么，踏足此地，我总有股莫名的亲切感。这时系统突然再次响起，任务生存，暗影地下城的居民不会任何软弱的您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请在规定时间内生存并证明自己的资格。规定时间4小时，少主您要在这里生存4小时，请您务必要时刻保持警惕，试炼马上就要开始，请少主做好准备。话音刚落，头上手持巨斧的怪物就朝我扑了过来。见状，我连忙单手撑地，飞起一脚就踢向怪物的腹部，并将其直接踢倒在地。一看，原来是一只绿恶魔侦察兵。如果是侦察兵的话，那么附近可能还会有其他绿恶魔，必须得在援兵到来之前将其解决掉。一旁的贝尔提醒道：虽然绿恶魔是十分弱的魔兽，但您千万不能如此轻敌。但我一眼就看出来他的名字没有颜色，说明他实力跟我差不多或者更弱，因此我毫不犹豫一记手刀就劈了过去，并顺势夺下了绿恶魔手中的石斧，然后一斧就劈在了他的头上，直接当场就将其秒杀。随后我微微一笑，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比我强大的对手名字是有颜色的。可下一秒我却惊讶地发现，前方的路灯杆上又出现了一只绿恶魔，并吹响了召唤同伴的号角。见状我暗道坏了，这样肯定会引来更多的侦察兵。很快一阵吧嗒声从远处传来，这来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快，有白色名字的绿恶魔十夫长，甚至还有黄名字绿恶魔百夫长。于是我无奈地指了指贝尔，你应该会出手帮我吧？但贝尔当场就拒绝了我的请求，这是属于少主的试炼，因此少主能靠的只有自己。听到贝尔的回答后，我一脸无奈，看来也只能靠自己了，先试试那个吧。说罢，直接一斧子就劈到了魔兽的头上。状态窗上显示的技能就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而且不需要消耗法力，不需要碰触就能对事物产生影响力。思考的瞬间，一把就抓住了射来的飞剑，没想到还会有绿恶魔弓箭手，但这也正合我意，正好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当场一剑就洞穿了绿恶魔弓箭手的头部。就连一旁的贝尔也惊呼道：少主这适应能力也太强了，在少主的幼年时期，如同神话中的英雄一般，自降生之日起就非比寻常，而且还完美的继承了君王的支配者之全能，甚至还能娴熟的驾驭它。但那是用来毁灭一切的力量，在和平的世界里只会制造麻烦。但现在地球遭到了来自异塔林的侵略，少主的力量也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与此同时，我的等级也得到了提升，没想到支配者全能可以提起来10公斤左右的物品。可就在这时，突然有一只绿恶魔从我身后偷袭了过来，对此我根本来不及反应。偷袭成功的绿恶魔十分得意，并嘎嘎嘎就笑了起来。吃疼的我回头一拳就砸在了他的脸上。见状，一旁的贝尔焦急道：少主你没事吧？但我只是俯身拔出了身上的斧头，紧接着身上爆发出一阵浓浓的杀气。见状，绿恶魔百夫长心里当场一惊，但此时的我已经是战意盎然，也管不了身上的疼痛，抓起斧子就朝着绿恶魔群中冲去。只听啪的一声，当场就结束了带头的绿恶魔百夫长，
比起无能为力的时候，感觉还是活着更好。因此你们这些恶魔们都得死。在经过了一阵厮杀之后，系统叮的一声提示道，已掌握技能抗打能力，等级也很快得到了提升。地上早已经满是绿恶魔的尸体，而我则气虚喘喘地坐在废弃的汽车上，同时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任务。一旁的贝尔拍了拍我，少主您可真是太了不起了。贝尔就知道少主您肯定能完成这场试任，这家伙也真是说不帮就不帮。先不管他了，还是先看看任务奖励再说。恭喜您获得如泥石提取影子。见状我连忙看着贝尔询问道，如泥石，使用如泥石就能获得叫做提取影子的技能吗？是的少主，但话说回来，战斗的时候还有了较抗打能力的技能，看来觉醒的时候不仅有了升级系统，而且还多出了技能呢。跟未觉醒者的时候相比，现在整个人就像叠满了 buff 一样，升级之后身上的伤口也痊愈了。这时贝尔在一旁提醒他，这个升级系统是君王曾经用过的系统改良版，是辅助少主稳定成长的装置。本以为我是一名普通的未觉醒者，现在才知道我居然是最强的暗影2代。一旁的贝尔继续解释道，提取影子是让尸体变成士兵的技能，这也是成就如今暗影君王的技能，也就是承销于主君的精髓所在。闻言我一脸疑惑道，类似亡灵法师吗？但是想操控尸体的话，就必须得先猎杀魔兽，也就是说只能操控比我弱的魔兽。曾听说召唤系的技能在猎人界就不受待见，但如今的我根本管不了那么多，对着一具绿恶魔尸体就发动了提取影子技能，但需要为技能设定一个口令，使用起来可真麻烦。在思索了片刻之后，一旁的贝尔还忍不住提醒道，少主，口令当然是越直观越好了。说罢贝尔整个人开始紧张了起来，而我其实早已经想好了口令，然后我就将大手向前一挥，站起来。随着我的声音落地，地下的绿恶魔尸体唰的一声开始动了起来，只是眨眼间的功夫，几只1级的影子绿恶魔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对此我一脸懵逼，难道这就是提取影子？可感觉也没什么特别的呀。身旁的贝尔连忙解释道，刚被提取影子的士兵本来就会比生前弱一些，身体也会变小，而且上面还写着1天后就会失效。对此贝尔十分疑惑，怎么会这样啊？少主您难道没有保存影子的技能吗？说到这贝尔开始垂头丧气了起来，或许是影子全能受智力点数和等级的影响了，但总体来说会是个非常好用的技能。真的少主？见状我连忙安慰道，我知道了，你也别垂头丧气的了贝尔。这时我突然也反应了过来，我好像已经2天没有吃饭了，还是先离开这里吃点饭再说。没想到医院的饭菜居然这么好吃，但贝尔这时却突然轻咳了几声。少主，贝尔现在告诉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首先我们会有3个任务，第一是保护地球免遭外宇宙的魔兽侵略，那么就要去猎杀更多的魔兽来提高等级，这样少主就会变得越强。第二就是尽快找到失踪的夫人，而线索只能从外宇宙的那些魔兽那里来找了。这第3个任务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提帮贝尔恢复力量。我不想当小兵，我让少主看到我作为统领的力量。我是通过摄取获得对方的魔力和一部分智力，虽然这是在成为影子士兵之前使用的最低效的方法，但是现在君王不能给我输入魔力，因此也只能选择这样，只要吃有魔力的东西就可以了。闻言我尴尬地看了贝尔一眼，说这么多，那还是得去地下城对吗？那我们就先准备一下吧。但贝尔示意我，少主您先别急，进入地下城必须要有猎人资格，少主先去猎人协会测定魔力吧。闻言我沉思了片刻，我是可以升级的觉醒者，也不知道会出来什么等级呢？要是测定出 S 级又该怎么办？但测试后魔力值只有46，而且只是一名1级觉醒者。此时的我心里是无比的沮丧。见状贝尔连忙安慰道，据我所知，猎人的等级是根据魔力值划分的，少主提升的主要是力量点数，所以测定出来的等级是要比您的实力低很多的，因此少主您无需难过。话虽这么说，但无论是影子全能也好，还是等级也好，区1级的我能保护地球吗？而且1级猎人是很难进入攻击队的，现在的我连进入地下城都成问题。这时我突然想了起来，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因为攻略地下城是有明确分工的，攻略地下城的是攻击队，在他们后面回收魔兽尸体的是回收队，然后在最后面是开采地下城资源的开采队，而且回收队和开采队是接受1级猎人的，也就是说少主即便是1级猎人，但仍然可以进入地下城。很快我就进入了开采队，而介绍我进来的正是以前的助教林涛俊。可正当我干得热火朝天之时，林涛俊突然朝着我鞠了一躬。美院事件的时候真是对不起，当时在场的觉醒者只有我一人，但是我却因为害怕而选择逃跑。见状我只是尴尬地说道，没事的林老师，您不也是1级觉醒者吗？而且您也只是按照规矩行事不是吗？像我们这样的1级觉醒者看到魔兽就只能逃命。听到我是1级，林涛俊当场质问了起来，你说你也是1级？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因为林涛俊之前看到我与魔兽的战斗，难道是我看错了？无奈林涛俊只能自言自语道，1级能跟魔兽对战还能保住性命，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可就在这时贝尔突然跳了出来，你说的没错，少主就是很了不起。看到贝尔，林涛俊先是愣了几秒钟，待反应过来之后直接瘫倒在地。魔兽？这里怎么有魔兽？此时场上的气氛十分尴尬，你怎么突然出来了？闻言贝尔解释道，少主现在弱的就像蚂蚁幼虫一样，我必须要随时跟着您才放心。林涛俊还以为我觉醒的是召唤系猎人，你还真的是运气好呢，都忘了告诉你了，我的技能是跑步。我没多想就紧跟着说了一句，怪不得你跑得那么快。闻听此言的林涛俊当场自闭，不愧是少主，
句句话都在杀人诛心。不过话说回来，我第一次来暗影地下城之外的其他地下城，现在的攻击队应该就在前面猎杀魔兽吧？这地下城真的是一贫如洗啊！到现在也就发现一些狼魔兽，而且狼皮也不值钱，有些尸体里偶尔才会出现魔晶石，所以也只能硬着头皮干了。但不要太过于失望，说不定后面会有惊喜呢。说着说着，队员就有发现，队长你快过来看一下，这很明显就是一个远古的遗迹。对此众人都是十分疑惑，还是先出去请求支援吧。但奇怪的是没有发现任何魔兽的踪迹，可为什么会有这种建筑？也许这里会有什么宝藏也说不定。正说就发现中间插了一把巨型的大剑，不会吧？没想到真的有宝藏，而且还是一把武器，也真的是太给力了。虽然还没有鉴定，但一看就是把大有来头的武器。你们都让开，让我来试试吧。说着就上前一把抓住了大剑，可就在他刚抓住的一瞬间，整个人的表情突然变得扭曲了起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殊不知就在他思索的片刻，黑暗中猛地睁开了无数只黄色的眼睛，但很快他就拔出了大剑。见状，旁边的队友也舒了一口气，好像并没有什么陷阱。可谁曾想，王永俊整个人突然变得狰狞了起来，二话不说，一剑就割断了队友的脖子。见此一幕的队友们当场傻眼。可王永俊的喉咙里突然发出厚重的声音：“是谁胆敢擅自拿走尖牙君王的剑？那你们的结局也只有死路一条。”与此同时的采集队这边，这是什么？林俊涛傻傻地看着眼前的一幕，没想到召唤兽居然还有挖矿的技能，而且召唤兽一般也只能召唤1至2只，可这家伙居然召唤出3只，加上那只会说话的幽灵就是4只。程修豪的力量有点非同寻常啊，绝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而我此时也意识到，缺点是上限只有3只，而且想用提取影子的话还得有尸体，但目前让他们做些体力活也挺好。贝尔，你说的对，提取影子确实是个不错的技能。闻听此言的贝尔却是一脸不屑，您这也有点太大材小用了。话说回来，您进入地下城不是为了升级吗？可猎人协会规定，1级猎人是不能独自进入地下城，待在这里提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测试一下，再选择进入。你还记得第3个任务吗，贝尔？那个也能在这里完成。这时贝尔也反应了过来，您是说帮我恢复力量对吗？是啊，你不是说吃魔力的东西就能恢复吗？这地上的魔石碎渣不是也有魔力吗？开采矿石你反正也帮不上忙，干脆你就安静的捡魔石是吧？可就在这时，贝尔眼睛突然瞪得老大，少主，我刚才感受到君王的气息了。闻言我心里顿时一惊，君王？你是说我老爸吗？但当场就被贝尔否决。不是，君王级别的存在并非只有一人，如果是我们的君王，我肯定会瞬间恢复力量。与此同时，前方也发现了异常，这野兽的气息好强，快看前面是什么？抬头望去，居然是几双红色的眼睛。哎呀，不好，有魔兽！这里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魔兽？顿时场上的众人就慌作一团，眼看众人就要命丧魔兽之口。好在我闻声及时赶了过来，你们快点跑，这里交给我。待众人离开之后，我发动技能探查了一下，从名字的颜色来看是橙色，也就是说和在美院交手过的地级神秘火焰兽差不多。我自己应付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前提是不能被他人发现。可就在这时，林涛俊突然出现，修豪，这次我不会再次独自逃跑了，我要留下来和你一同战斗。闻言，我回头朝其望了一眼。那你就在我危险的时候帮我吧，然后让绿恶魔前去保护他。随后打开了系统道具栏，在暗影地下城收集的武器至少会比镐头强吧。然后就是一脚猛地踏碎地面，一个爆射就朝着魔兽群爆射袭去，直接一剑就刺向了钢牙狼人口中，当场就将其直接秒杀。见此一幕的林涛俊当场傻眼，这怎么可能？而绿恶魔3兄弟则兴奋地在一旁傻看着。这时我口中缓缓地吐出3个字：站起来。发动技能的同时，又有2只钢牙狼人冲了过来。见状，一旁的林涛俊连忙提醒道小心，殊不知我早已发现了钢牙狼人的意图，直接一剑就劈向了狼人口中。与此同时，影子提取技能已发动完毕，被唤醒的影子对着狼人就撕咬了上去。见此一幕的贝尔异常欣喜，少主真厉害，这么快就掌握使用影子全能的战斗方法。闻言我缓缓解释道，提取和召唤不需要消耗法力，等魔力提升能之后，提取的上限也会增加，说不定到时候还能组建军团。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就再增加1只吧。随着一声站起来，一团黑蓝色的雾气在林涛俊面前缓缓形成。可绿恶魔看到这一幕后，心情十分低落，口中只能发出嗷呜嗷呜的声音。呜，主人这是要放弃我们了吗？紧接着一声又是一声的站起来，更多的影子狼人凭空出现。此时的林涛俊早已被眼前的一幕惊掉了下巴。程修豪，你，这不该是你1级该有的身体素质，而且还有能召唤魔兽尸体的技能。见此一幕的我也是十分尴尬，刚才也太过于兴奋，接下来该如何解释才好呢？那个，我确实是1级。这时林涛俊疑惑地询问道：修豪，你该不会是故意隐瞒等级的作弊者吧？可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叮的一声响，通知您有新任务，周围有对您持有杀意的存在，请尽快击杀对方以保安全。待击杀敌人数1名，居然有一个待击杀敌人的任务，能看到的狼人都已经被我击杀了，或者是……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突然走了过来，见状林涛俊连忙走了过去。你是攻击队的吧？太好了，我们终于得救了。可我立即就发现了不对劲，你先等等。待林俊涛发现时已经是为时已晚，因为这人的攻击已经袭来，
好在我第一时间就反应了过来，这才避免了惨剧的发生。这哪里是什么猎人？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猎人变成魔兽？从头上名字的颜色来看，颜色越红就预示着越危险。我在美院是彻底见识到了红色名字的厉害。按理来说，我现在应该带着林涛俊直接逃跑，但从贝尔的口中得知，这家伙身上有着君王的气息，但实力却和真正的君王差距甚远。而且我现在也不是这家伙的对手。可我是谁？暗影君王程萧雨唯一的儿子，因此我绝不能退缩。系统是帮我稳定成长的辅助装置，那么他既然给了我这样的任务，就说明我有胜算。如果想早日跟父母相见的话，那么我必须得快点成长起来，所以必须要打败眼前的这个家伙。即便是多次经历难以承受的试炼，但我也不能选择逃避，因为我身上流淌着父亲的血液。一旁的贝尔提醒道，这家伙的本体是剑，只要砍掉胳膊让他和宿主分开，他就不能行动了。见状，我连忙控制影子狼人，就对其形成了围攻之势，直接一口上去就咬住了变异猎人的大剑。原来影子士兵是灵体，只要注入魔力就能重新恢复，可打着打着却发现影子狼人却陷入了劣势。一旁的贝尔解释道，那当然了，这是因为少主你的魔力还很弱。这时变异猎人突然停下了手中的攻击，就你这种蝼蚁之辈，还妄想使用暗影君王的力量。闻言我也是当场懵逼，特么的居然还会说话。但一旁的贝尔却不乐意了，你特么的再说一遍，竟敢说暗影君王的血脉是蝼蚁之辈。闻听此言的变异猎人却是不怒反笑，暗影君王的血脉，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尖牙君王的仇人，那么就准备好下地狱去吧。见状我不慌不忙的拿出了一把石斧，既然如此的话，那就先来摸个底吧。说罢直接与其战斗在一起。不愧是红色的名字，这种程度的对抗果然不在话下。说着看向脚下四处散乱的武器，那么接下来我就只能以量来取胜了。顿时无数的武器就对着变异猎人急速刺去。见此一幕的贝尔也当场傻眼，这就是与生俱来的支配者全能的天赋。但是绿恶魔的武器也就勉强能支撑一下，这样一来就没有了可以对抗的防火。如果继续拖延下去，会让胜算变得更小。想要取胜，就必须要做到一击毙命。这时变异猎人继续开口，难道你要像胆小鬼一样不停逃跑吗？看来暗影君王也只是躲在影子士兵背后的胆小鬼。闻言我瞬间恼怒，特么的怎么能把父母扯进来呢？可即便如此，我也没有勇气去靠近他。如果我能再强一点。我突然回想起贝尔之前说过，之所以我的封印解除力量却没有恢复，原来当初我被封印的是少年时期的力量，现在恢复的也就是当时的能力。但如果能完全恢复的话，说不定还能与一塔林相抗衡。不过那地方是梦而不是现实，这将是一场对我能都担当起能力的考验，但跟考验的成功与否无关，身体上的进步都会消失。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场游戏。但是灯塔的经历也并非没有意义。这时我也回想起了当时的感觉和斗志，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感觉。在塔上我用的主要是格斗术，可现在并没有金属手套之类的装备，而且影子士兵是一种灵体状态，只有足够的魔力才能重新恢复。差点都忘了，贝尔不就是能随心所欲地变换外形吗？那么现在我就暂且将影子狼人当我的所能用的装备。于是连忙发动了影子提取技能变形，可将影子士兵随意变形，这下近距离对战就没有问题了。在有了金属圈套装备的加持之后，很明显此时的对战已经不落下风。见此一幕的贝尔也是当场傻眼，天啊，少主居然将影子士兵变成武器了，早已超越了等级的暗影君王，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控制所有影子的境界。不过少主只是刚学会影子全能的新手，但是他却自己领悟到了下一个阶段，在对战中展露自己智慧的一面，并完美的掌控支配者全能的天赋，还能将影子全能做到活学活用。少主真可谓是当之无愧的神童。在经历过一番艰难的厮杀之后，我终于完成了击杀敌人的任务，等级也因此得到了提升。这名觉醒者也并没有死，而且还被我给救了过来，还通过这次对战我收获了新的战斗。那就让我来看看这次任务的奖励吧。恭喜您获得奖励如泥石旋风斩，主动释放需要50法力值，挥剑时可使出如旋风般的力量，可同时攻击多个敌人。这技能正是我想要的最好的奖励，而且这个技能我好像天生就会，那么就用眼前的这把大剑来试试吧。但尖牙君王大剑的意识却十分疑惑，我不甘心啊，偏偏输给了暗影君王的血脉。但是战斗还没有结束，人类的贪婪是无穷无尽的。可当我接触到大剑的一瞬间，大剑顿时就抓狂了起来。为何对此人没有一点反抗之力？我明明继承了尖牙君王的全能，居然还有我不能支配的人类。可我并不知道大剑还拥有意识，那就先试试这把剑的威力吧。随即一道旋风斩就劈了出去，虽说使用一次就会消耗掉所有魔力，但不得不说这威力还蛮大的。这时林俊涛忽然醒了过来，我这是怎么了修好？闻言我一脸尴尬的回应道，别问了，咱们先出去以后再说吧，你先在外面照顾着他，我下去再看看有没有幸存者。看着我的背影，林俊涛疑惑道，一级而且还是拥有召唤技能的觉醒者，理应是底层中的底层，但是修豪他为什么这么强呢？算了，这些都无所谓了，但重要的是眼前的这些人可都是修豪一个人救的。与此同时，我已再次来到了地下场，在击杀掉几只魔兽之后，我的等级也得到了提升，里面还有挺多的魔兽，这些经验可不能白白浪费了。但令我十分疑惑的是，大剑啊，你的攻击力怎么突然变弱了？闻言，大剑明显有些生气，哼，我身为尖牙君王的武器，为什么要配合你这个暗影君王的血脉？一旁的贝尔生气的在剑身上敲了敲，你也太卑鄙了，你是不是自认为很强，看不起我们少主？打你不也是被我们少主打败了吗？
听着两人的对话，我一脸无奈。会说话的虫子和一把会说话的剑，可真是够乱的。可就在这时，突然发现了异常，这里是怎么回事？那里面好像有觉醒者，但随后发现这些人都已经死了。一旁的大剑冷哼一声，踏入这个地方的侵略者只有死路一条。守护尖牙君王的圣域是我的使命。闻听此言的我，一把就将其抓在手里，二话不说就插入了地下。你真是太吵了！谁知下一秒，我却惊奇地发现，我居然可以提取这些觉醒者尸体的影子。这时贝尔在一旁解释道：“只要是尸体，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生命体，您的全能都可以将其变成影子士兵。”闻言，我缓缓地伸出右手，并没有选择去提取他们的影子，而是抱起2具尸体朝外面走去。如果觉醒者死了还要继续战斗，那对他们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惩罚？贝尔，你说这里是君王的圣域对吧？那么被老爸杀掉的那个君王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些都跟伊塔林有关系吗？闻言，贝尔才缓缓地解释道：“伊塔林是主君现在的敌人，各个君王是主君曾经的敌人，您这么理解就可以了。君王一共9个，主君只是其一。少主的父亲程萧雨是亡灵之王暗影君王，此外还有压手指望尖牙君主、昆虫之王瘟疫君主、妖人之王金刚君王、恶魔之王百焰君主、巨人之王太祖君主、血刃之王酷寒君主、魔灵之王幻界君主，最后还有光龙之王毁灭君主。9个君王都拥有超乎想象的强大力量，但其他8个君王都死在了主君手上，也包括大剑的主人尖牙君王。”闻言，大剑恼怒道：“要不是我的力量变弱了，我肯定要将你碎尸万段。”但我却是一脸的不屑，因为我十分不理解，老爸杀死尖牙君王是为了保卫地球，而你也是为了保护他的圣域才杀死那么多人，你们都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因此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不是吗？但现在就因为血缘关系，所以你就将我当作敌人。你说保护这里是你的使命，你把连尖牙君王都打不过的老爸当敌人，你难道就不愚蠢吗？因为外宇宙的侵略者，我连我的父母都见不到，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跟谁合作我都无所谓。伊塔林如果入侵地球的话，想必你这里也肯定不得安宁吧？你帮我的话，我也可以帮你守护这里。而你现在要不要好好考虑一下，就是跟暗影君王的血脉合作，如何？暗影和尖牙合作一致对外，这样就能皆大欢喜了，不是吗？与此同时的林俊涛这边，昨天地下城发生的事你知道吗？快给哥们好好讲讲。闻言，林涛俊尴尬地思索道：“即便他是1级，只要他的实力被认可，那么修豪的机会也会变好吧？也正好是一个还修豪人情的好机会。”很快，这篇新闻就在网上火了起来。1级猎人之身救出地下城的猎人，1级猎人为救人勇敢扑向魔兽的英雄事迹，还有被救出的幸存者们的采访。玄武工会第2管理科，我们该招几个挑夫了吧？回收队也嚷嚷着要扩充人员，我们得多招几个1级猎人了。我给你发过去一个候选人，你看看怎么样？在地级地下城跟魔兽对战，让开采队撤离，把手上的猎人从地下城救了出来。此言一出，办公室内瞬间炸锅。一级猎人，这怎么可能？但李英浩只是微微一笑。如果我们这种大型工会把他招过来，肯定会有很高的热度来炒作了。区一个1级英雄，我现在就马上联系他。怎么样？程修豪猎人给你答复了吗？估计他收到邀请都兴奋坏了。谁曾想助手却一脸懵逼，那个他拒绝了，这怎么可能？他拒绝了我们玄武工会，一个1级菜鸟拒绝了我们这种大型工会，真是天大的笑话。闻言，助手才解释道：“他说他不想加入，估计想通了会再联系我们吧。他应该很快就会明白，不加入工会是很难在猎人界立足的。其实不仅是玄武工会，其他的好多工会都在邀请我加入，不过都是邀请我去当回收员或者挑夫的。但奇怪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联系我？一旦加入工会，就不利于升级系统成长了。”因此没必要加入。但话说回来，大剑，我们谈谈合作的事情吧。但大剑仍旧是不为所动。你怎么能轻易就说出如此荒唐的话？不过嘛，如果暗影能和尖牙成为友军而不是敌人，那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有个条件，带我去尖牙君王的另一个圣域。我随后从贝尔的口中得知，尖牙君王的圣域对于他来说，无论多远他都能找得到。但紧接着大剑就表示道，他能感受到这个圣域的入口已经消失了，也就是你们人类口中所谓的地下城失控。闻言，我这才明白了过来。那么这个圣域就变成了实景地下场，也就是无人管控的传送口发生的失控，被魔兽占据后荒废的土地。临走前，我先将此消息发给了姑父，然后收拾完就准备起身前往圣域。可到达目的地后就当场懵逼，这里的话就有点难办，因为这里偏偏是猎人工会的属地，私闯私人区域是违法的，而且这个叫猎狗的工会是由混迹过黑道的人所组成，因此里面的人都很粗暴。一旁的贝尔也在埋怨道，我们就不该听这个手下败将的话，应该靠升级来变强。可下一秒贝尔的表情就十分疑惑，少主你要做什么？闻言我微微一笑，没什么，只是准备进去而已。对于这些监控来说，我有的是办法。说罢将力量汇聚于拳头之中，紧接着一拳就砸碎了摄像头，这样应该就不会留下证据了。刚进来就发现了大片的蓝雾，难道说实景地下城都是这样蓝雾缭绕的吗？一旁的贝尔连忙解释道，这蓝雾是外宇宙的魔力，有人强行打破了次元壁，使世界产生了裂痕，因此圣域也进入了次元缝隙，后来就跟地球连接起来了。外宇宙的混蛋们想在次元打巨型恐怖，然后将他们的军队送进来，魔力越强，受到次元移动的影响也就越大。闻言我微微一笑，总之那些厉害的家伙应该不会那么快过来吧，那么接下来就得抓紧时间升级了。眼看魔兽群就冲了过来，这时大剑开始剧烈震动了起来，该在你们面前展现出我真正的实力了。见状我却是毫不在意，
我是不会把你当做武器的，因为我已经想好了战斗法了。说罢，一个爆射就朝着魔兽群冲了过去。核心是新手教程使用过的格斗方式，然后再用支配者的全能辅助中长距离快速轮换武器，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说到这，我突然大手向前一挥，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用提取影子来收集装备，这就是我的新战斗法。就连贝尔也是为之一惊，少主您也太帅了！见此一幕的大剑也忍不住称赞道：难道这就是暗影君王的血脉拥有的力量？对手越多，战斗时间越长，他就会通过亡灵变得更加强大。因此，大剑与程修豪的战斗注定会输。当我的智力点数提升以后，可以操控的影子士兵数量也变成了5个。但此时贝尔却突然插了一嘴，跟伟大的君王成千上万的士兵相比，根本不值。可话还没说完，就被我揍了一拳。贝尔，你给我闭嘴！在大剑的带领下，很快我们就来到了目的地，下面就是之前通往圣域的传送口。可都半夜了，下面还有人把守，这帮人也真是够拼的。但是为什么这么晚了还要留在这里呢？白天猎杀魔兽不是更好吗？可就在这时，门外突然驶入了一辆装甲车。但当我看到眼前的一幕后，我却当场傻眼。从车上下来的都是一些非觉醒者。小姑娘别叫了，晚上就好好的伺候大爷吧。于是我小声的询问道：贝尔，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绑架现场，对不对？是的，少主。但现在我们是属于非法入侵，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建议您还是不要去管这件事。如果被人发现……可话还没说完，我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见此一幕的贝尔也是当场懵逼，少主这家伙跑哪里去？因为父亲是重案组刑警，爷爷是杰出的消防员，在2辈人的影响下，并彻底继承了他们那种路见不平就出手的习惯，因此我程修豪绝不会对此坐视不管。说着一脚就踢在了这名觉醒者的头上。见此一幕的影子战士们也是相当懵逼，主人这也太猛了吧！而猎狗工会的猎人们也是当场暴怒，你是什么人？怎么进来的？这时我才反应了过来，哎呀，我刚才好像有点冲动啊，擅闯其他工会区域可是违法的，这下可怎么办？但我很快就想到了解决办法，说着就戴上了幻化出来的面具，居然敢公然绑架勒索，你们猎狗工会真是太胆大包天了。但猎狗工会却是反问道：小子，我看你才是胆大包天，不仅擅闯他人区域，还敢攻击我，你小子是不是活腻歪了？这时为首的大火一挥，兄弟们上去给我弄死他！但我如今的实力轻松就躲开了他们的攻击。猎狗工会的会员平均都是地级，以防万一还是少用点力量为好。很快几人就被我当场打倒，就连贝尔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少主现在也太强了吧，居然连地级觉醒者也能轻松击败，这赢得也太过于轻松了吧。很快猎狗工会的队员就被绑在了一起，见状贝尔上来马屁就拍个不停，少主您处理的也太干净。被救的民众也连忙上前感谢，您是猎人协会的猎人吗？谢谢您出手相救。送走众人后，我却是一脸疑惑，猎狗工会的人为什么要绑架人呢？闻言大剑表示他感觉到了，这也是我要来这里的原因。可当我打开仓库门后就直接傻眼，这里难道是用来关人的地方吗？一旁的贝尔也是吃了一惊，这淡淡的气息难道是……待我朝牢房里面望去，里面正躺着一只不断喘着粗气的狗。对此我心里十分疑惑，这帮人怎么连狗也关起来了？猎狗工会到底想做什么？这时大剑在我耳旁突然说道：他不是狗，这小狼是野兽之王尖牙君王的后代。当时尖牙君王被你父亲打败后，他死前给后代配了一个护卫，并让他们都躲到圣域里了，因为他坚信只要血脉不断，就还会再次诞生出一个尖牙君王。但说句实话，我不奢望诞生另一个尖牙君王，我只希望他的血脉能够延续下去。而我从小狼身上感受到了淡淡的尖牙君王气息，但他现在十分微弱，再继续下去将会有生命危险。接下来如何安置这小家伙倒是个难题。可就在我沉思之际，身后却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刚才外面的人不都被我给打倒吗？怎么这会突然发现还有余党？可待我睁大眼睛仔细一看，这哪里是什么余党，这分明就是一只强大的魔兽。这时一旁的大剑突然开口：布罗基，原来你还活着，他就是我之前向你说的小狼的护卫。闻言布罗基回应道：好久不见啊，大剑，原来你也还活着。这时大剑颤抖着剑身质问道：布罗基，你忘记你的使命了吗？你就是这么来保护他的吗？闻言布罗基冷哼一声：怎么会？说罢就朝着我冲了过来。人类，你居然敢动我的东西！见状我暗叫道：不好，这家伙的速度好快，根本不待我反应，巨大的狼爪就刺了过来。顿时场上就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见状贝尔连忙惊呼道：少主小心！待烟尘散去之后，我整个人竟被直接轰出了仓库。这布罗基的攻击也着实太强了，这是最近以来被打得最疼的一次。贝尔，你别再喊了，再喊的话我脑瓜子都在嗡嗡作响。但也因获得符抗击打能力得到提升，防御力也从 20% 提升到40%。这时贝尔突然提醒道：少主，我知道了，刚才就发现了一股淡淡的气息，我现在可以确定那是什么了，是异塔灵，他身上有异塔灵的气息。这时大剑突然挡在了布罗基身前：你知道你正在对君王的后代做什么吗？布罗基表示我很清楚，可你知道我在失去圣域后是怎么维持这些力量？闻言大剑表示我不清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弱者的生存全凭强者的心情，弱者为强者提供养分，这是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虽然他现在很弱，但也是尖牙君王的血脉，可以说是我最好的补品，所以我周期性的喝了君王血脉的血液。大剑，你今天死定了，靠其他人才能发挥力量的废物，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对我指手画脚的？君王死了就是证明他是弱者的最好证据，活下来的我才是真正的强者，只有我才有资格继承尖牙君王的力量。
说着就要对大剑发起攻击。可就在这时，突然闪过一道剑光，而小狼也被贝尔护在一旁。只听剑光与狼牙交锋过几招之后，就连布罗基一时也有些发呆，这才发现是我用大剑挡住了他的攻击。随后我就缓缓地开口道：“布罗基，你够了。”大剑也好像生气了，接下来就让你见证一下暗影君王和尖牙君王的第一次合作。伊塔林，我也终于找到关于老爸的线索了。闻听此言的布罗基也是当场恼怒：“人类蛆虫，你气死我了！今天你死定了！”可就在这时，系统又发来紧急任务：击杀猎狗布罗基以保安全。对于强大的布罗基，我也没有退缩，怪不得会叫猎狗工会。可奇怪的是，魔兽怎么会成立工会，而且还通过工会来绑架人？难道这些都与伊塔林有关？这时布罗基身后的工会人员求救道：“布罗基先生，可以先替我们松绑吗？您眼前的家伙难缠得很，让我们也来助你一臂之力吧。”闻言，布罗基只是不屑地回头看了几人一眼，然后二话不说就张大了嘴巴，对着几人头上就咬了过去。顿时只听嘎巴一声，几名猎狗工会的狗腿子瞬间就领了盒饭。见此一幕的我也是一脸震惊，这家伙残忍起来连自己人都吃。这时布罗基缓缓地继续说道：“对付这种小人物还需要你们帮忙，拎不清的人还是吃掉算了。”见此一幕的我也看不下去，二话不说一剑就劈了过去。可布罗基仅凭单手就握住了大剑，可我的性格并不允许我有丝毫退缩的念头。该死的布罗基，就因为这点理由你就杀了他？但布罗基仍旧是一脸的不屑。弱者的生死掌握在强者手中，强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难道还需要什么理由吗？可我并不能认同布罗基的观点。紧接着又是一剑就砍过去，但布罗基的速度也着实太快了，化作数道分身就打退了我的攻击。紧接着布罗基一脚踏碎地面，一个爆射就朝着我袭了过来。见状我也是丝毫不慌，一记旋风斩就还了回去。而布罗基只是伸了伸狼爪，就轻松地挡下了我的攻击，甚至还不忘嘲笑我：“蛆虫，你就这点本事吗？尖牙君王的一世英名都要毁在你手里！”殊不知我趁着他说话分神的瞬间，一个偷袭背刺就刺穿了他的后背。布罗基，你也太小看我了，战斗才刚刚开始。说罢扭动着剑身就疯狂旋转了起来。这时生气的大剑也厉声质问道：“布罗基，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曾经发誓会对尖牙君王忠心不二的，你忘记你的使命了吗？”闻言布罗基突然想到了以前崇拜君王，我想你是搞错了吧？当时的我只是屈服于君王那强大的力量，我不会再过那种弱者的人生了，你还是好好担心你自己吧。臭蛆虫！说话的同时对我发起了凌厉的攻击，并直接就劈断了大剑的剑身，而我也因此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好痛，感觉全身的骨头都要散架了。但是一想到在我看不到的地方战斗的老爸，即便是面对再大的困境我也不能放弃。想到父亲，我浑身瞬间就充满了力量，在没有见到父母之前，任何人都不可能将我打倒。说着一拳直接就洞穿了布罗基的身体。见状一旁的贝尔惊呼道：“少主！”但此刻的大剑也瞬间一闪，断剑里的力量正在外泄，难道就要这样消失了吗？小狼的生存和尖牙的未来，没想到要交给程修豪一个人了。我还想继续去战斗，可就在断剑即将意识消失之际，一旁的小狼突然哼哧哼哧的冲了过来。见此一幕的贝尔也瞬间明白了过来，原来如此啊，他是被程修豪执着的斗志感动了。这时大剑也仅剩下一丝意识，我想到了，我能做的最后的一件事，就是将我所剩下的所有力量毫无保留的留给君王的后代。在小狼吸收完断剑的力量之后，朝着天空就是哀鸣一声，而我这边的战斗也是明显不低，又被布罗基给轰飞了出去。但我依旧是没有丝毫气馁，整个人呼哧呼哧的喘着大气，并用尽全身力气再次站了起来，而血量也仅剩下21点。本以为我已经长进了不少，可遇到布罗基这种强大的魔兽，我根本就没有丝毫取胜的可能。难道我真的赢不了他吗？可布罗基根本不给我喘息的机会，一个爆射就朝着我咬了过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小狼突然飞出一口咬住了布罗基的身体。见此一幕的我是一脸的懵逼，这什么情况？可当我看见布罗基身上的印记，还有他身上那黑洞洞的伤口，直到这时我才反应了过来，原来这小家伙是想要帮我，并不断的对着布罗基龇牙低吼着。这时系统也传来提示：尖牙的后代向玩家的斗志致敬，您是否同意让尖牙的后代成为伙伴？尖牙的后代？难道这家伙就是刚才那只小狼？这时布罗基也反应了过来，你是尖牙君王的后代，你不会是吸收了大剑那家伙的魔力吧？听到这我才反应了过来，也就是说大剑牺牲自己将魔力赋予了小狼。反正之前我也打算和尖牙合作的，因此根本就没有可以拒绝的理由。恭喜您，尖牙的后代已经成为您的伙伴。可就在我收到系统提示的一瞬间，似乎有什么东西进入了我的意识。只见布罗基朝着幼小的小狼说道：“尖牙君王输了，他彻底的输给了暗影君王，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作为输家，我们将会失去很多。为了尖牙一脉能够东山再起，小家伙你一定要变得更强。”说着亲昵的抚摸着小狼的额头，一定不能辜负你父亲对你的期望。紧接着不堪的回忆继续袭来，只见布罗基惊恐的跪倒在几名人类面前，小狼则战战兢兢的跟在身后。布罗基询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不杀了我？”可为首的女人却轻轻的将小狼抱起，这个魔兽看起来挺有用的，这种程度也完全够，那就选他了。说着就掏出了一枚黄色的晶石，并缓缓地朝着布罗基的眼中靠近。见此一幕的小狼急得都哭了起来，但也只能眼睁睁地在一旁看着。这时那名女人继续说道：“猎狗布罗基，今后你的使命就是活捉人类献给我们。刚才植入你眼中的晶石，可以加强你的力量并帮助你，当然能提升多少因人而异。”看到这小狼眼泪止不住的流淌，
至此，布罗基黑化了。他有时会充满那种扭曲人的欲望。这时我才明白了布罗基和小狼的痛苦经历。给布罗基眼里植入晶石的那帮坏家伙们，难道他们跟伊塔林有直接关系吗？亦或是这次地球事件的罪魁祸首？原来小狼之前并不是想要报复布罗基，他的目的是想要阻止失控的布罗基。如果这跟那些坏家伙们的计划有关，那我必须要打败布罗基，但仅凭我现在的力量根本做不到。可就在这时，系统传来新任务：君王的后代，请找到君王的后代们，并让他们成为您的伙伴。成为伙伴的君王后代1至8，因与尖牙的后代的羁绊触发羁绊技能，下一秒我身上就充满了无尽的力量。只听轰的一声，我和小狼所在之地就响起了剧烈的爆炸。见状，一旁的贝尔惊呼道：“和君王不同，少主身上发生了奇特的变化。”可就在这时，布罗基突然一脚踏裂地面。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我是绝不会让你们得逞的。说罢，直接就朝着我扑了过来。顿时，一道道猛烈的冲击波猛然轰出。可待烟尘散去之后，布罗基才发现一双修长的手搭在他的身上，而头发却又是雪白的颜色。原来这是我与小狼因为羁绊所触发的新技能。羁绊技能野兽附体，让尖牙的后代附体并强化体能，将拥有如野兽般发达的感官。布罗基这时也反应了过来，难道是尖牙的后代被吸收了吗？那就更不能留你了。可现在的反应速度极快，随意的一个闪身就躲开了布罗基的攻击，并能感觉到感官也更加敏感，而且还可以提前规避危险的最佳动线。和布罗基对战起来也能做到游刃有余。而布罗基也感受到了我身上的变化，这怎么可能？这还是刚才的那个小屁孩吗？我绝不能输，如果输掉的话，什么都没有了。说罢，布罗基就对我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击，而我现在也能够做到轻松应对。贝尔也发现了我身上的变化，少主身上的魔力增幅了。对战无力的布罗基恼怒道：“我虽然不知道你耍了什么花招，但我绝对是不可能输给人类的。说到底，决定实力的就是物种，因此决定了你注定会输。要怪只能怪你是低级的人类，去死吧，卑微的臭虫！”殊不知，在与他的战斗之中，我又领悟了新的格斗术技能，攻击时可附加33%的伤害，而且还不需要消耗法力。对于布罗基的言论，就连贝尔也是一脸不屑，竟敢在少主面前提物种差异，谁能比站在巅峰的暗影君王的血脉更为高贵？闻听此言的布罗基当场震惊，你是说他是暗影君王的后裔？可他还是知道的太晚了。在我的全力一击之下，布罗基当场就被我轰入了地底之中，而我的身体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头发瞬间就又恢复到了黑色，虚脱的我只能不断的喘着粗气。小狼也变成了灰色，并缓缓地朝着布罗基走去。可布罗基的口中仍在喃喃道：“我要变强，我必须变强。”可随着小狼在布罗基头上舔了一下，布罗基眼中的晶石突然碎裂。哎呀，我想起来了，我必须要变得强大的原因。这时他想起了尖牙君王临死前的嘱托：“君王，我太没用了，我没能保护好您的。”可话还没说完就失去了动静。小狼则是朝着空中哀嚎一声：“结束了，布罗基死了。”小狼则在一旁失落的低着头，静静的看着布罗基的尸体。这时我向一旁的贝尔询问道：“你记得你前面说过，从布罗基身上感受到了伊塔林的气息，对吧？我之前从小狼身上看到了他的记忆片段，有猎人进入了布罗基所在的地下城，还往他的眼里嵌入了某种晶石。难道他们就是伊塔林的人吗？那他们为什么要袭击布罗基呢？”闻言，贝尔回应道：“他们应该不是伊塔林，外神一般都不会亲自出面，他们都是通过使徒来介入阴影。但他们的行为肯定跟侵略地球有关，这就说明伊塔林已经在地球了。如果能有更多的线索就好了，如果伊塔林的线索在这里就断了就不好。”贝尔表示他倒是有一个办法，布罗基肯定有跟伊塔林有关的记忆，我如果吃掉他的尸体，就能看到他之前的记忆了，而且还能恢复我的魔力，这不是一石二鸟吗？闻听此言的我当场懵逼，你居然还有这种逆天的能力！可当我看到小狼后，一脸失落，布罗基的死对他来说打击很大，此时这小家伙的心情应该十分失落。于是我蹲在了他的旁边，并示意他可以跟我一起走。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闻言，小狼思索了片刻，而我也静静地等着他的回应。突然，小狼就对着我脸舔了起来，他同意了。于是我立即拿出了暗影地下城的钥匙。贝尔，那么接下来就拜托你。随后我们就再次进入到暗影地下城。贝尔疑惑道：“为什么不回家？”闻言，我微微一笑，我要在这里给小家伙安排个住处，反正已经和尖牙联手。这时系统突然传来提示，原来是小狼想让我为他取个名字。我毫不犹豫就根据毛发给他起名为小灰。贝尔则在一旁嘟囔道：“果然跟君王的取名水平差不多。”听到小灰这个名字，小狼当即嘶吼一声：“关系伙伴，信赖度尊敬，以后这片森林就是小灰你的领域，而我也成为了小灰的主人。”也不知道小灰这家伙平常以什么为食品呢？他是尖牙的血脉，所以很有可能吃生命体或者魔兽，那简直真的是太棒了。这里还有很多没来得及处理的魔兽，正好可以交给小灰来处理。听到魔兽，小灰当场就兴奋地嘶吼一声，二话不说就对着绿巨魔咬了上去，并当场就咬断其咽喉。没想到小灰的动作如此干净利落，那就好好让小灰尽情的发挥吧。而且还莫名其妙的完成了一个屠狼者的任务。布罗基不就是猎狗吗？但贝尔示意我不要纠结这些，重要的是找到君王后代的任务。君王系统可没有这样的任务。我听说为少主准备的升级系统是经过君王改善的系统，剔除了系统中原有的恶意。当时系统的目标是强制让君王个人成长，让他成为暗影君王的傀儡，里面蕴含着设计者的计谋。一旦实现这个目标，程潇与君王的灵魂就会灰飞烟灭。但是君王凭借自己的力量违背了系统的目标，并且让自己成为了暗影君王，不需要升级的伟大存在。闻言我不禁疑惑道：
那我这个系统的目标也是让我变成暗影君王吗？贝尔则表示不是，世界上只有一个暗影君王，系统会根据少主的成长方向起到一个向导作用。如果出现了新的功能，它肯定是对少主有所帮助的。闻听此言，我立即打开了自己的状态框。听贝尔这么一说，我好像理解为什么我的职业依然是无了。想必被神秘火焰兽追杀时的一级，现在数值已经涨了很多，能用的技能也已经有了这么多，但是我依然很弱。就像这次如果没有和小辉产生羁绊技能的话，可能也赢不了布罗基了。算了，还是先完成任务再说吧，说不定完成任务就能见到爸妈了。哦对了，贝尔，你在布罗基的记忆里不是有关于异塔林的线索吗？贝尔则表示我也看到了那段记忆，给布罗基洗脑的异塔林和我们没什么交集。说到这，贝尔顿了顿，但是呢，我看到了有人给布罗基创立猎狗公会，回收被绑架者的记忆。那个公会的名字是死神，只要好好调查这个公会，肯定能找到更多异塔林的线索。林子龟，你找我什么事？你不是去东南亚支援了吗？你不要和我在这转移话题。李文成，这次猎狗事件是你的手笔吧？已经查到你和猎狗公会的金钱交易了，协会早晚会追究你的责任，到时就算法律制裁不了你，协会会长可不是吃素的。我回来之前，你最好收拾好残局。说罢就挂断了电话。以前还只是我的司机，现在成为 S 级后就目中无人了。想到这，直接一把就砸碎了茶几，打败布罗基，摧毁猎狗公会的家伙。幸存者也只提供到可怜的信息，只是说戴着黑色面具的年轻猎人，也没必要花费时间在找不到的人身上。如今最主要的是这个。说着拿出了一枚银色的珠子，猎人觉醒鸡星粉，只要这个项目能取得成功，就不会有人看不起我了。与此同时，小辉正在猎杀着魔兽。贝尔提醒他，你如今的战力不错，今后要更加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也好辅佐少主。但随后也惊讶地发现，小辉的叫声变成了小吼。不过好在适应得很好，而且他的经验值可以转移给我，虽说只有一半的经验，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不错的。没想到系统中还会有这种功能，但好像和父亲当时获得经验值不同，这就像游戏里共享经验的组队机制。不管了，还是让小辉继续猎杀魔兽吧。随后我再次打开了状态窗，由于猎杀一定数量魔兽触发新任务，原来是每日清理暗影地下城的魔兽任务。特么的，这什么破任务，居然让我抓绿恶魔。不过这每日任务的话，是每天都会获得奖励吗？贝尔表示系统完全将这里变成了少主的领域，让在这么大的地方找100只绿恶魔。这时我想起了身上的背包，正好有一件百夫长召唤手下所使用的脚皮，这是上次抓恶魔时获得的物品，使用后可召唤附近的绿恶魔。很快就有数只绿恶魔的脚步声到来，而且第一时间就朝着我冲了过来。见状我只是微微一笑，果然不出我所料，我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于是将力量汇聚于右手之中，二话不说就朝着绿恶魔群爆射袭去，仅是一击就秒杀了数十只绿恶魔。如今绿恶魔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挑战性，但是如果要抓大量绿恶魔的话，就只能继续使用角敌的功能了。看着满地的绿恶魔尸体，我大手一挥，站起来，再加上有了小辉在一旁协助，很快清理暗影地下城的任务就全部完成。而小辉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趴倒在地，但总感觉任务统计有点奇怪，明明已经满足条件了，但仍在继续统计。难道说如果还在统计任务数据的话，就说明还有其他隐藏任务？趁这次机会试试会统计到几只吧。很快系统又发来了新的任务，尖刺一幕的小辉也是当场懵逼，还有完没完了？在经过一番猎杀后，终于得到了奖励。奖励1是恢复状态，2是能力值积分加3， 3是祝福随机箱，4是诅咒随机箱。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打开了恢复状态。这个奖励留到受伤的时候使用，说不定会是一个妙招。随后接受了第二个奖励，等级越高积分就越难获得，每日任务就可以让我每天变强。可接下来的奖励是2选1，请在随机箱中任选一个。见状我先是沉思了片刻，想要的物品不一定是我需要的，我需要的物品也可能是我不想要的，想要的物品范围太大了，现在我需要的东西着实太多了，就选择诅咒随机箱吧。恭喜您获得物品火神之角，居然是一副手套，用贪婪的恶魔火种的角制作的金属手套，内含火神之权能可加大攻击力，破坏欲望附加 30% 物理伤害，恶魔捕食者所捕食的灵魂越多，火神之权能降越强。我也不能一直用影子士兵当武器，这副手套现在正适合我不过了，而且附加 30% 的物理伤害，猎杀的恶魔越多数值也许会越高吧。手套戴起来有点重，看来能力值积分得加到力量上，接下来就可以猎杀恶魔来升级武器。可随后伙伴的状态却发生了变化，小辉的信赖度由尊敬转化为恐惧。一旁的贝尔也连忙解释道，小辉可不是体力无穷无尽的影子士兵，还是让他先休息一天吧。闻言我表示你说的也对，随后就走出了暗影地下城。和猎狗公会有关联的公会名叫死神公会，也正好趁着这段时间去调查一下。正当我考虑从哪里着手之际，手机里突然传来了助教的求救短信，修豪求求你来帮帮我吧。原来他今天要进地下城，但是回收员全部失联了，无奈他才把我找了过来。随后他就将工作服递给了我，因为回收员可比开采员更加危险，开采员只要在猎杀结束后安全的在地下城末尾开采就可以了，但是回收员要回收攻击队猎杀的魔兽，所以要紧跟在攻击队身后，因此要做好随时被魔兽袭击的准备，而且有可能被魔兽尸体上的刺或者鳞片伤到，还要必须得穿上防护服。就在这时攻击队走了过来，当场就质问到什么情况，回收队怎么就你们2个人？闻言林涛俊尴尬的表示对不起，本来说好都要来的，可是其他回收员都失联了。闻言攻击队长表示你们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你知道光是入场券就给了死神公会多少钱吗？如果耽误我们猎杀魔兽的话，我会正式向协会举报你们，让你们再也不能当回收员。”见此一幕的林俊涛当即小声说道：“修好，用你的召唤术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见状，我首先查看了一下几人的等级：D 级魔法系猎人4名，D 级战斗系猎人5名，还有 C 级治愈师1名。刚才说话的男人好像是治愈师，也是攻击队队长。根据所得到的诅咒随机箱，还有捕食恶魔的武器火神之角，而且正好收到了林俊涛的请求，来的地方还是死神公会所拥有的石井型地下城。如果说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话，那么就可以肯定的说，这里随时都会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进入地下城，众人刚才点燃了火把，就发现眼前有几只蜥蜴魔兽，并虎视眈眈地望着众人。攻击队队长连忙提醒道：“回收队人手太少了，你们要跟好我们动作麻利点。而这里之所以会出现恶魔型魔兽，都是因为诅咒随机箱给了我火神之角的原因。不过倒是能学到猎人组队的战斗方式，趁此机会多学学和猎人是如何合作战斗。”完成每日任务后，有了很多绿恶魔10夫长和100夫长的尸体，智力积分提升之后，能操控的影子士兵变成7只了，而攻击队那边魔兽也击杀的差不多了。于是队长提议先休息一下，但心想着这次被回收队给拖慢了节奏。正待他回头想要催促一下进度之时，可下一秒他却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那是什么情况？怎么有那么多召唤兽？这些都是你的召唤术召唤的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说着一把就抓住了我的手。“我诚挚的在此邀请您，请您做我们攻击队的专属回收员吧。”可我连想都没想就表示拒绝，可队长依旧不愿意放弃，并表示愿意出业内最高的年薪。可就在这时，林涛俊汇报道：“我们发现了普通人类的尸体，从衣着和饰品来看应该是名平民，但疑惑的是没听说这里有会喷火的魔兽哦。”可我第一时间就反应了过来，这应该是神秘火焰兽，就是当初美院时出现的那种神秘的火焰兽，而且不仅只有一只，其他人陆续又发现了很多火焰兽。于是我连忙向孙队长建议道：“我们还是先向猎人协会汇报一下吧。”孙队长也认为事情十分蹊跷，从装扮来看怎么看都是普通人而不是猎人，他们的队员也都是 DC 级的觉醒者，因此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们还是接着往前走吧。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模一样，这种情况还要往前走。于是我连忙示意大家先等等，神秘火焰兽要远比想象中更加危险，但当即就遭到了孙队长的指责：“我是队长，决定权在于我，你们清理完这里跟上来就可以了。”无奈我只能和林涛俊对视一眼，遇见神秘火焰兽就赶紧跑了，因为我内心隐隐能感觉到，再往里面的话很可能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与此同时的另一边，大量的普通人正在遭受着蓝色火焰的炙烤，火力不够。老二，柴火供应的问题解决的如何？听说供应方出现了点问题，因此供应不太稳定，看来得让那人制定新的供应方案了。偏偏是给我们提供柴火的猎狗那边出了问题，照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新粉的产量可能要比其他工厂。可话只说了一半就停了下来，不好，上面有动静，难道是有猎人过来了？刚好可以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走了，哥哥们，祭品来了，主内召唤同族，老三切记一定要活捉，知道吗？与此同时，再看攻击队这边，今天收获可真是不少啊！继续猎杀是正确的决定，今天回收员也很给力，要不用一直不舍得用的东西。说着，从口袋内掏出一个球状的物体。你们有听说过新粉吗？那不是乃很受猎人们追捧的魔力增强剂吗？听说很难买到，没想到你居然私藏了。虽说持续时间只有1星期，但听说等级低的人使用的话，甚至还能提升1个等级呢。吃了它，我就能拥有 C 级以上的魔力了。殊不知他已被之前那群魔兽盯上了，不待反应，魔兽就袭到了孙队长头上，而孙队长居然还没有发现，顿时只听唰啦一声，魔兽就持刀抵住了孙队长脖颈，当即更是致其喷出一口黑血，手中的星粉顿时掉落在地。见状，一旁的攻击队员连忙惊呼道：“队长，你没事吧？”但魔兽却抢先回答道：“放心，刀背死不了。”闻言，队长这才松了一口气。会说话的魔兽，总之是敌人，大家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可话音刚落，又重重的挨了魔兽一击。紧接着，魔兽用刀尖数了数，一共10人，看起来有点不好对付。说着，从身上拿出一块星粉，实力强的猎人杀无赦。见此一幕的攻击队员当场傻眼，这怎么可能？魔兽居然也能吃星粉？可魔兽二话不说就吞了进去。回答正确，孙队长也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决定，必须要赶在药效上来前杀掉他。说罢就对着魔兽发动了攻击，可仅仅只是一回合下来，几名实力弱的队员就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紧接着更是出现了一团黄色的火焰。见状，其他攻击队员顿时尖叫道：“这怎么回事？是火焰，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救命啊，是怪物！”可随着一阵咔咔的刀锋闪过，瞬间实力强的几人就被当场秒杀，而魔兽也从口中缓缓地吐出几个字：“柴火有着落了。”随后从系统弹出的任务窗得知，附近好像有恶魔在绑架着人类，任务要求救出的人质越多，奖励就越高，而且这些人即将要陷入危险。于是连忙朝着林涛俊提醒道：“你还是快点离开地下城吧，前方的攻击队应该出事了，绿恶魔们会带着你找到入口的。”但林涛俊却十分疑惑，无奈他沉思片刻就做出了离开的决定。反正他觉得自己留在这里也只会碍事。闻言，我表示：“哥，你先别问这么多了，你出去后立即向猎人协会请求支援。”随后我连忙就将小灰给召唤了出来，并第一时间进化成变异形态。我们必须得尽快行动。说罢，猛地一脚踏碎地面，二话不说就朝着攻击队方向赶去。然后再看攻击队这边，地上满是队员们留下的血迹，
还有几名已经死去的攻击队员尸体。但对于这群恶魔来说，人类的尸体仅是他们的柴火而已，马上就能打开传送口召唤恶魔了。作为胜利纪念，你尽快清理一下柴火吧。可魔兽老三嘴里却一直嚷嚷着不公平。不过话说回来，幸好柴火有着落了歌，这样一来新粉就能批量顺利生产。用恶魔祖传的狂血毒制作的觉醒剂，虽说能增强魔力，但仍旧会有副作用，并损耗服用者的生命力。本来是用地狱火燃烧沾满恶魔血的魔晶石，现在将地狱火换成焚烧神秘火焰兽的火焰，副作用就可以得到改善了。这还得多亏了使徒们告诉我们的制作方法，被污染过的生命体的灵魂，让他们成为了失去理智的怪物的魔兽，也是使徒们降临这个世界时带来的。因为他们像我们这种底层恶魔才有了变强的机会。可就在这时，恶魔们敏锐地发现有一个迅速移动的目标在向这里移动。难道还有没抓到的猎人？老三很确信绝对没有，只有可能是新的猎人。对于我的到来，恶魔们早已做好了战斗准备，而我也在第一时间就赶过来，然后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生物。他们应该就是袭击攻击队的恶魔了。可看到后面的一幕，我顿时心里一惊，把几个神秘火焰兽绑起来一起焚烧，难道是要举办什么特别的仪式吗？随后在系统提醒后得知，目前幸存者人数7名，还好他们暂时还没有出事。可恶魔根本不给我反应的时间，一个爆射利爪就朝着我刺了过来。一击落空后，恶魔恶狠狠地瞪着我，见状我连忙开口询问道：“外面的那些猎人都是你们杀死的吗？”见恶魔没有回答，随后我轰出一拳就朝着恶魔老三砸了过去。旁边的2名恶魔见状暗道不好，居然能避开吃了新粉觉醒老三的攻击，看来我们也得加入了。在服下新粉后，恶狠狠地咬了咬牙，可我此时才不管你那么多，任凭对方无论是几只恶魔，直接一记重拳就轰了过去。而恶魔们见状也不甘示弱，抡起沙包般的拳头也朝我招呼了上来。见状我一个迅速的侧身向后闪躲，并以一个完美的姿势平稳落地。可恶魔们的攻击也瞬间而至，我当即就意识到不好，可待我想躲闪时却已经是为时已晚。恶魔的偷袭正中我的身后，而另外的恶魔也同时朝我袭了过来，并从头上喷射出一股能量向我射来。在绝境中我艰难地喊出那3个字：站起来。话音刚落，几只影子恶魔就挡在了我的前面，并死死地抓住恶魔攻击的手臂。见此一幕的恶魔也是当场傻眼，这个难道是？随后再次向身旁的大哥提出了疑问：“哥，那是？”而大哥也给予了他肯定的回答：“不错，跟我们恶魔灭亡的那天所看到的，也就是那个暗影君王的全能好像是一样的。不过和真正的暗影君王相比的话，他简直是弱爆了。只要他不是真正的暗影君王，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而我此时也有着自己的分析，虽说他们都比布罗基弱，但是3只恶魔联手的话，我胜算很小。仅靠源源不断的绿恶魔也只是在浪费魔力，看来必须得动用那个方法。原来当初在杀死布罗基之后，我让贝尔读取了他脑海中的记忆，而且剩下的尸体也都保存下来了。影子士兵死亡的时间越长，力量就会变弱。只因为在看到布罗基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才有了这样的想法。如果是因为被伊塔林控制带着悔恨而死去的话，或许我可以用影子全能将其变成战士，并在战斗中成为我强大的伙伴。当然这样做也要征求小辉的意见，而小辉也闭起双眼给予了我肯定的答复：站起来，布罗基，如果您后悔的话，我就再给你一次为尖牙一脉战斗的机会。如果你也有这种想法，就回答我。话音刚落，布罗基便有了明显的反应，顿时现场只听啪的一声，布罗基那庞大的影子就出现在恶魔面前，当即对着恶魔们就是一声怒吼，并死死地将我护在了他的身后。恶魔们看到布罗基的第一眼也是当场傻眼，猎狗布罗基，难道打败布罗基的就是眼前的这个家伙？接下来的战斗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和小辉还有布罗基，也就是属于我们3个人的战斗。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和恶魔们一较高下吧。可就当和恶魔3兄弟激战正酣之际，前方却突然出现了一道诡异的身影。但我和恶魔的战斗正处于白热化，根本没有发现女人的存在。紧跟着就听见咔嚓一声，我一抓就弹开了恶魔砍来的长剑，并顺势死死地抓住了他的脖颈。由于挤压，顿时恶魔猛烈咳嗽了起来，可我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机会，这样就可以解决掉第一只了。可下一秒心中突然涌出一股不祥之感，说时迟那时快，我第一时间就弹射躲开了攻击。原来是他恶魔兄弟的支援到来，可恶，这下就不好办，因为这些恶魔一旦联手就十分棘手，而且再这样拖下去的话，迟早要因为小辉附体法力见底，而影子布罗基也只能拖住一只恶魔，必须得想办法让他们2个暂时分开，好来个1对1单挑。可就在这时，身后的女人突然出手了，并径直地挡在了我和恶魔之间，然后嘴里缓缓地说道：“我只想问你一件事，我的程萧雨君王在哪里？”闻听此言的我一脸懵逼，这受伤的女骑士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而且还指明要找我老爸。谁曾想一旁的贝尔却突然开口：“你怎么在这里？”此言一出，女人立马呆住，这个声音好熟悉。贝尔，太好了，你真的是贝尔。说着就将贝尔抓在了手里。但是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我的程萧雨君王在哪里？这个男孩又是谁？一旁的恶魔也不禁思索了起来。祭品恶魔召唤，但是看起来好像认识对方，如果帮他们的话那就麻烦了。这时女人眼睛已经开心的眯成了一道缝，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贝尔，得救了，这下我也可以放心了。闻言贝尔指了指恶魔：“你来的正好，我们待会儿再叙旧，你先把这些家伙给解决了吧。”这时一旁的恶魔却突然出手，先对付那只受伤的女恶魔吧，反正新粉只要有血就足够了。但此时的我也十分疑惑，微微好像在哪里见到过他，而且他现在正处于受伤状态，对战恶魔可以吗？但贝尔却一脸不屑地表示，那些低级恶魔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因为他的名字叫恶魔艾希尔。当初君王在消灭恶魔界的时候，唯一留下活口的恶魔就是他。贵族就是拉迪勒家族，他是哪个家族的长女？他的实力相当于人类的 S 级猎人。听到 S 级，我脑中十分震撼，那就是说我能亲眼看到 S 级的战斗。可谁曾想，仅是一个回合下来，我和贝尔当场就是一个大大的懵逼。怎么回事？艾希尔，你怎么变得这么弱了？而且我看你现在的魔力量也少了很多。地下的艾希尔艰难地回应道：“是因为发生了一些变故。原来大概在半年前，恶魔界的大部分恶魔引发了暴乱。虽然我们尽全力阻止了，但是仅凭我们家族的力量却无法镇压他们。虽说我在家族的庇护下得以生存，但是逃跑时被抽血并失去了力量。贝尔，你也别愣着了，赶紧帮我治疗一下啊！”闻听此言的恶魔却是一脸兴奋。兄弟们听到了吗？这对失去力量的空壳二人组，刚才力量太弱，居然没认出来。没想到他是拉迪勒家族的幸存者，这是摄取恶魔贵族血来增强力量的好机会。而我同时也在思考着应敌之计，如果能1对1解决，那最好不过。这时贝尔突然提议道：“少主，我这次恢复魔力的时候，找回的能力也能发挥作用了。”这时系统传来提示，贝尔使用技能残酷的指挥，可使艾希尔的能力值提升 50%， 但同时艾希尔也会受到疯狂的诅咒。待做完这一切，贝尔淡淡的说道：“去吧，没用的女恶魔。”话音刚落，艾希尔当即就嗷呜一声，龇牙咧嘴的就朝着恶魔冲去。看到这一幕的我也相当懵逼，竟然说嗷呜，感觉艾希尔有点可怜。总之，如果这样就能展开1对1对决的话，面对艾希尔的攻击，恶魔却是丝毫不慌，一个闪身便偷袭到了他的身后。哈哈，成功了！恶魔贵族血液到手。而我这边也没有闲着，一个爆射就踏碎了地面，随后就朝着恶魔冲了上去。由于这次是1对1的对决，因此结果就毫无悬念了。仅只是一击下来，恶魔老妖当场就被我劈爆了头颅。系统也同时提醒道：“统治已击杀低级恶魔，火神之角正在捕食恶魔的灵魂，以捕食恶魔的灵魂1，其附带的破坏欲望可附加 31% 物理伤害。”与此同时的艾希尔这边，由于恶魔老妖的死亡，老二有些分身，但无论如何必须得先解决掉眼前这个疯女人。可就在这时，系统叮的一声，残酷的指挥对象艾希尔体力已耗尽，艾希尔整个人顿时就昏死了过去，并扑通一声就倒在了恶魔老二面前。但同时我这边也绕到了恶魔身后，不待他反应就将其直接秒杀，以击杀低级恶魔。火神之角正在捕食恶魔的灵魂，看到老妖老二接连惨死，恶魔老大顿时恼羞成怒了起来。可一看战场才发现，现在轮到我们人数不够了吗？这帮没用的家伙！不过你们可别高兴得太早，我还有另外一个方法。说罢一爪就朝着艾希尔抓来，只要我能喝了这疯女人的血液，那么实力就可以大大增强。而我也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恶魔老大的一个爆射就挡在了他的身前。见状，恶魔当场就恼怒了起来：“人类你敢！”但对此我却是一脸的不屑，留一只让我吸收，剩下的恶魔就交给你了。布罗基得到命令的布罗基根本就不带犹豫的，一口就咬向了仅剩下的恶魔老大。这时艾希尔才悠悠转醒了过来：“贝尔，你真是太过分了。但话说回来，除了程萧与君王大人，居然还有其他人会使用影子士兵，你告诉我他到底是谁？”闻听此言的贝尔停顿了片刻：“你真的是太不忠心了，所以还没认出来吗？我给你机会再好好想想，你是不是认识这种可能性的人？”此言一出，艾希尔才恍然大悟，难道是？与此同时，恶魔老大也被布罗基解决了，等级也瞬间来到了20级，系统也随即开启了商店功能。这时艾希尔也终于明白了过来，怪不得他长得和君王如此相像，他是少主。说罢，艾希尔直接跪倒在地。艾希尔见过少主，你刚才是在叫我少主吗？是的，少主。太久没见，一时间没认出来，你跟程萧与君王长得实在太像了。说完，艾希尔直接就昏死了过去。见状，我连忙询问道：“贝尔，他没事吧？”“没事的，少主，他只是体力不支晕倒了而已。”至此，我也完成了解救幸存者的任务，而且7人全都安然无恙。这时系统奖励也派发了下来，能力值积分+3，还有700金币。可这金币又有什么作用？于是我连忙打开了系统商城，原来可以在商城内购买物品，而且药水等种类还挺多，这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父亲给我零花钱的场景。现在想来，这也是老爸为我准备系统的原因。谢谢老爸的零花钱。看着艾希尔昏迷不醒的样子，于是我买了一瓶低级治愈药水，也不知道能不能给艾希尔使。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也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了。于是哗啦啦全给喂了下去，还好起了点作用。很快艾希尔的脸色就好了起来，贝尔却在一旁埋怨道：“居然在没用的恶魔身上花金币，少主您还真是个败家子。”但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将艾希尔留在这里不管，于是让布罗基将他和尸体一同送到地下城。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神秘火焰兽，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就觉得被火燃烧起来的样子真的很痛苦，对不住了，我能做的也只有这样了。与此同时的猎人协会这边，监视科组长韩刚却十分疑惑，真是怪事，进入石井地下城深处的猎人，居然在入口以昏厥的状态被人发现，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这时手下前来向韩刚汇报，在地下城内部发现了尖刺蜥蜴和神秘火焰兽的尸体，从猎人的伤口推断并非魔兽所致，在深处发现了严重受损的刀刃状地下室，想必除了魔兽还有其他物种的存在。正待林涛俊离开时被叫了下来，你是报案人林涛俊吧？我看这次回收队有个叫程修豪的，你认识吗？程修豪他人现在在哪里？闻言林俊涛迟疑了片刻，那个我们一起出来后，我把他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去了。韩刚很是狐疑，但没有继续追问。你们这次做得很好，
按照猎人议会的规定，你们做了一己猎人最该做的事情。随后朝着手下大喊道：“再好好看看有没有别的痕迹。”而林涛俊心里却十分清楚，救出幸存者的人应该是修豪吧。虽然不清楚修豪为何要隐瞒等级，但我能确定他绝对不是坏人。我要等到他亲口告诉我的那一天。与此同时，艾希尔也从昏迷中苏醒，没想到发生了这种事。程萧与君王为了阻止侵略离开了地球。这时贝尔继续解释道：“君王为了解除少主封印派我来地球，但是少主却是个神通，居然自己就轻松解开了封印。”这时我看着艾希尔开口道：“你是叫艾希尔对吧？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是的，少主，我们在您的新手教程里见过的。您曾经说过会记住我的，难道你都忘了吗？”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当时的记忆却十分模糊。于是我绞尽脑汁的想了半天，抓紧时间速战速决吧。等一下，少主，我想起来了，你好像是一见面就投降的对吧？此言一出，贝尔当即就批评了起来。当时可是在考验少主，你居然就那么敷衍了事的吗？过去的事情就算了，不过你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弱？恶魔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无奈艾希尔只好解释道：“那我就向少主解释一下。想必少主已经从贝尔那里听说君王消灭恶魔王和其他恶魔贵族的事情了。从那时候成为恶魔界第一的拉迪勒家族，也就是在恶魔城一直等待着程萧与君王的召唤，但是数十年来君王都没有召唤我。我们一直都过着和平的日子，但是从半年前开始就不太平。一种叫星粉的魔力增强剂开始在恶魔界流通。星粉之前我从死去的恶魔口中听说过，星粉对魔力强的高级恶魔并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对低级恶魔使用之后就可以无偿增强魔力。星粉是导火索，再加上程萧与君王长期没有出现，然后恶魔们就开始联合起来对付受暗影君王庇护的拉迪勒家族。这样引发的叛乱逐渐演变成了战争。我们拉迪勒家族为了守住君王留给我们的恶魔城，因此拼了命殊死抵抗，但是我们仍旧是无力阻止叛乱。经过半年多的战争之后，我们拉迪勒家族最终还是落败了，但引发暴乱的恶魔们却没有就此收手，他们还抽了我们家族俘虏们的血液，喝了后就能获得更为强大的力量。爸爸和家族的所有人都牺牲了，我也被他们抽了很多血，所以力量才变弱了。现在想想我是不是很妙？大家都死了，而我却苟延残喘的活着。恶魔界已经被他们抢走了。程萧与君王知道后会怎么说我呢？这时我也想起了我的老爸，如果是他的话会怎么做呢？即便是老爸不在，但你和家族的人都殊死一战了，所以我觉得他会说你辛苦了，你们能为了老爸战斗到最后一刻，我也十分的感激你们，以后我会尽全力来帮你，我们一起让拉迪勒家族再现辉煌吧。艾希尔。闻言，艾希尔回想起程萧与君王曾经说过，你不是手恶魔家族之间的竞争很激烈吗？我会让你们拉迪斯家族成为第一的。想到这，艾希尔脸上满是泪水。与此同时，系统突然提示道，正统恶魔贵族的最后一位幸存者艾希尔拉迪勒向玩家致敬。见此一幕的艾希尔破涕为笑的揉了揉眼睛，我们是拉迪勒家族，通知您是否同意让百燕的后代成为伙伴？我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的提示框，难道艾希尔是第二个君王的后代？这怎么可能？恶魔贵族的最后一名幸存者，那么就说明恶魔贵族只剩下艾希尔这个族人了。于是我毫不犹豫的选择是，并与其产生了羁绊技能，恶魔的一击，接收百燕后代的能量，打出强力一击。看到眼前的一幕，艾希尔也是当场傻眼，我居然也有状态矿，只可惜小辉不会说话，所以还不知道来着。看来伙伴也能看到状态矿。这时艾希尔也才后知后觉的知道，我居然是百燕君王的后代。随后我将艾希尔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我们来试试新的羁绊技能吧。准备好了吗，艾希尔？随着羁绊技能打出强力的一击，顿时空中就出现了一个女恶魔的雕像，其手中捧着一枚黑色的光球。对此我也十分的疑惑，难道这就是我和艾希尔的羁绊技能？看起来威力倒是挺大，可随着身后的艾希尔扑通一声，对不起少主，使用一次技能我就用光了所有力气，也难怪一个技能就消耗完了他的所有力气，这到底是有多强？但能将他的力量全部传送给我的技能，想必也是最为强烈的一击吧。那么就让我好好试试这羁绊技能的强度。说罢，猛地一拳就朝着墙面上轰去。虽说墙面瞬间被我干出了一个深坑，但是这力道却和我想象中差太多，好像跟平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看来与小辉的羁绊技能不太一样。这时艾希尔也悠悠转血，少主，我给的力量就这么点吗？直到我看了系统介绍才明白了过来，原来恶魔的一击和蓄力程度有关，但是这上面却没有写该如何蓄力。这时一旁的贝尔开口道，少主，我有个不情之请，我可以吃掉这些恶魔的尸体吗？闻言我当场拒绝了他，这些尸体是要用来提取影子的。于是我缓缓地伸出右手站起来，可就在这时系统突然提示道，法力已被污染，无法提取影子。见状贝尔在一旁解释道，君王也没能提取过灵魂被污染过恶魔的影子，所以就只能通过契约来驱使他，就像拉迪勒一样。既然如此的话，那么贝尔你就吃掉他们吧。可一旁的艾希尔却直接哭了起来，居然说我们恶魔被污染了，简直太过分了。见状我一脸尴尬地拿出一瓶药水，别生气了，喝点药水应该会好一点。对了，你现在不是没有落脚的地方吗？这个城市区域你可以随便转。于是我给艾希尔画了一块指定的区域，并指定艾希尔为这片领地的主人。我们是伙伴，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可就在这时，贝尔的声音从一旁传来，少主，在这些恶魔尸体的记忆里，我发现了关于伊塔林的线索，那么我就将这些记忆都告诉少主吧。不过这之前我必须要告诉您2件事，一是兴奋已经开始在地球扩散，
二是神秘火焰兽是来自外宇宙的魔兽。此言一出，艾希尔当场震惊，兴奋不是只在地狱界流通的吗？对此我也十分疑惑，神秘火焰兽居然是来自外宇宙。随后贝尔继续解释道，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必然，我吃的恶魔都跟布罗基有关系。这些恶魔为了确保新粉的材料，也就是神秘火焰兽的供应，他们从猎狗公会进货，将这些人感染为神秘火焰兽。除了这里，还有很多地方都在生产新粉，而这些地方都叫做新粉工厂。因此我将所有信息都整理了一遍，绑架人类的猎狗公会，把人送到工厂的死神公会，还有用这些人生产新粉的工厂，而且这三者之间肯定有伊塔林的介入。闻言我立即沉思了起来，难道这一切都和伊塔林的侵略有关吗？可就在这时，贝尔继续说道，另外还有一个人类，是他构建了这个新粉的生产体系。闻听此言的我当场傻眼，居然还有人类藏匿在地球某处的伊塔林的使徒，有个人类正在帮这个使徒，他就是死神公会的副社长李文成。我们跟着他，说不定就能摸到伊塔林的使徒。与此同时的死神公会门口，一群记者全都已经架好了相机，快看李文成社长出来了。紧接着就是一阵阵咔嚓的快门声。李文成先生能回答我们几个问题吗？猎人协会的调查结果出来了吗？而李文成则在保镖的掩护下淡淡的回应道，调查结果显示我们是无辜的，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这时却有人大声质问道，死神公会资助的猎狗公会绑架普通人的事，您真的一点都不知情吗？还有死神公会所管理的 S 战区域经常发生猎人死亡事件，对此请问您有什么看法呢？谁曾想李文成这家伙真能演，眼泪竟顺着眼睛流了下来。我们死神公会在2年前发生的大巨变之后，只是为混乱的世界贡献了一份力量而已。资助猎狗公会的初衷也是希望大部分都是地级猎人的猎狗公会能早日投身于公益活动， S 战区域也只是希望能跟其他公会猎人共享，让新的猎人在那里得到锻炼。没想到却阴差阳错的好心做了坏事，如果我再用些心思去管理的话。说到这里，文成竟大声的哭泣了起来，应该就不会有人牺牲了。很抱歉，对不起大家，我们死神公会让大众失望了。此言一出，众人就议论了起来，这怎么可能？如果是真的，那么死神公会也太冤了吧。而且猎人协会也说他们是无辜的，死神公会难道一直在做这么多的好事吗？那他们岂不是英雄？殊不知此时的李文成回头就露出了一个无比阴险的表情，这种演技对于曾经亚洲巨星的我来说，那还不是小菜一碟。果然宝刀未老啊，李文成这个老狐狸居然没有追究我的责任，就这样把我放回来了。反正无所谓，猎人协会目前好像还不知道市场上正在流通的新粉正是我的手笔，殊不知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我看在眼里。看着他离去的身影，我不禁沉思道，他就是李文成，这家伙也太阴险了吧。贝尔，你能感受到伊塔林的气息吗？贝尔表示感受不到，也就是说他目前还没有被伊塔林操控。闻言我思索了片刻，到底是不是，我们一会就知道了。可就在这时，贝尔开口提醒道，我知道少主您已经打败了好几个强悍的敌人，但贝尔这次还是一定要誓死阻止少主，因为这个叫李文成的人类，他身上目前所拥有的魔力，以少主您目前的实力来说，还绝对不是这个李文成的对手。金碧辉煌的金色吊灯之下，各种果盘高档酒一应俱全。此时的李文成正搂着一名美女，太简单了，也就是演了个戏，舆论风口就变相了。死神公会李文成副社长并无嫌疑，公会投身于公益的事迹陆续公开，开放 S 战区域是为了新猎人。发生猎狗公会事件后，李文成副社长仍没有停止慈善的步伐。这时老板娘突然走了进来，天啊，这不是猎人界的英雄吗？怎么来都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呢？然后摆手示意包间内的美女们先出去。李文成只是淡淡的回应道，难道我干什么都要向你一一汇报吗？不是，您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要知道李文成幼年期是富二代，年轻时更是一名天王巨星，有点傲气在身上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大巨变之后，这份傲气被践踏的体无完肤。虽然他成为一级觉醒者的事情轰动世界，但是李文成的司机却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 S 级觉醒者。两者之间的关系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进了司机林子龟，也就是死神公会。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谈谈生意吧，李副会长。李文成疑惑到什么生意？见状，老板娘凑到了他的耳边，别装傻了，我说的当然是新粉了。闻言，李文成立即放下手中的酒杯，你没听到外面的风声吗？我们损失了经销商和一个工厂，供应上肯定跟不上。但老板娘却只是微微一笑，别开玩笑了，李副社长，您怎么可能会没有办法呢？好吧，那我催我那合伙人吧。来，我得去找那个家伙了吗？最近他都不怎么听我的话。那个小孩与此同时在看我这边，小辉正在不断的在暗影地下城猎杀绿恶魔，艾希尔也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我的等级也不再提升的。要想找到父母，就必须让自己变得强大，而且还要和父亲一样守护着地球的安全。贝尔，召唤下一个绿恶魔。见状，贝尔也不禁思索道，少主看来有点焦虑了，目前要从李文成那里获得伊塔林使徒的线索。贝尔建议不以发生冲突为前提，因为接触李文成是特别危险的行为。闻言，我一脸的疑惑，但我们要如何从他那里找到线索？谁曾想贝尔却冷冷的回应道，如果他不配合的话，只能让我吃掉他来确认了。君王已经允许我吃恶人了，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打败李文成。在猎人协会我看见过各种等级的猎人，因此让我判断的话，少主您目前实力大概属于 C 级猎人，
而小辉则是 D 级。艾希尔和您一样都是 C 级。如果是少主您和小辉的联合体，最多也就勉强能达到 B 级。虽说是同一等级之间也有差距，但是 D 级想打败 C 级的话，那需要10个 D 级力量才可以。如今想打败李文成可以说是天方夜谭。闻言我思索了片刻，和李文成之间的实力差距太大，还是先看看任务奖励吧。能力值积分和随机箱一个，这次算是抓得多的了，但是也没有技术。难道隐藏奖励是一次性的？先看看随机箱里面有什么吧。打开一看，居然是一枚灰色戒指。入手难度0，饰品类感觉加5。现在我的感觉已经达到了29点，还挺不错的。居然抽到了提升5个感觉积分的戒指，但是它也改变不了我目前的状态。也不知从何时，猎杀绿恶魔已不能提升我的等级，而且这次火神之角的攻击力也仅提升了 3%。我想要快点变强，但是目前变强的途径太少了。想升级的话，还是得进入地下城打败魔兽。目前愿意联系我的只有开采队和回收队。也对，哪个攻击队会招收1级猎人呢？但是我也不能擅自进入传送口，根据猎人协会规定，那可是违法的。这时贝尔在一旁建议道：“要不少主您去重新鉴定魔力怎么样？”但我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因为这样做的话势必会暴露自己的实力。既然已经知道伊塔林使徒就在地球上，那么以后行事就要小心一些，让他们发现我反倒会成为父亲的软肋。一个李文成已经够棘手了，如果再加上一个伊塔林的使徒，那简直不敢想象。但贝尔示意我不用太担心伊塔林的使徒。如果说他们在我之前就到达地球的话，那么他们现在受次元移动的影响，力量应该不会太强大，因为在外宇宙间的次元移动就必须要通过次元缝隙。这个次元缝隙的外墙十分狭窄，而且还有和魔力相冲的复杂属性，即便强行把外墙扩大也会很快恢复，所以魔力越强耗费的时间和能量就越多。这也是伊塔林大军无法侵略这个宇宙的原因，还有君王目前很难回来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次元移动。听贝尔解释我才明白了过来，能来地球的使徒都是力量较弱的家伙，这样就说得通了，怪不得在利用布罗基和恶魔时他们没有露面。如果说伊塔林的侵略是个漫长的过程，那么现在就是我变强的最佳时机。看着我在沉思，贝尔也不禁联想到，因为君王程潇雨在让他回地球时交代过，回去后无论做什么样的决定和选择，我全都交给你了。随后君王递给贝尔一把钥匙，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带着这个东西去找他吧，他肯定能给修豪带来很多的帮助。君王给贝尔钥匙的另一个原因，难道就是现在这个时机？可就在这时，我突然尖叫了一声，我真是糊涂啊！说着就将手伸向口袋，既不违反猎人协会的规定，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传送口的办法，这不分明就摆在眼前吗？也好久没有见到过姑父了，好久不见的修豪，自从你觉醒后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吧，突然找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没想到就是一个企划书啊！看来我们修豪已经长大了。贝尔在我耳旁小声道，不愧是少主，自己就找到君王口中所说的他面前了。这时姑父看着我询问道，你的意思是说希望姑父能帮忙让你进入传送口对吧？此人正是我的姑父刘晨浩，也是象牙软件董事长。随后我就来到了象牙公司，董事长已经恭候您多时了，这边请程先生。没想到这么客气，我还是第一次来到姑父的公司呢。可令我十分奇怪的是，公司里怎么会有这么多觉醒者？这时引领者才向我解释道，你是不是很疑惑？觉醒者并不是都想赌上性命去地下城，只要年薪给到位的话，他们就既能办公又能保护这里。至于太多的我也不便向您透露。很快就来到了姑父这里，刚见面姑父就朝着我热情地打着招呼，好久不见呐，修豪，都长这么大了，让姑父好好看看。听说在国家美院你觉醒了，你知道你姑姑有多担心你吗？不过这段时间你小子成熟了不少。闻言我只能尴尬地笑笑，这不是正在长身体吗？姑父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姑父还请您先看看这个。于是姑父拿起企划书看了一眼，我就说你小子突然找我什么事呢？没想到是一个企划书啊，看来我们修豪已经长大了。您的意思是希望姑父想办法让你进入传送口对吧？是的姑父，您只要帮我购买传送口，组建满足进入传送口条件的攻击队，那么从传送口获得的魔晶石，我愿意全部无偿交给象牙软件。DC 级地下城我完全没问题。此言一出，姑父的眼神变得十分严肃。就凭你一个1级猎人吗？无奈我只好继续解释道，我有自己的办法通关传送口。可是姑父仍旧是不同意。修豪，你知道姑父我也是觉醒者啊，而且地级要比你这个1级还高，但是在传送口也算不上多活跃。你这么煞费苦心的想进入传送口，难道你怀疑大哥和嫂子是被卷入到里面了吗？这件事我一直在委托猎人们调查，你等着消息就好。原来姑父心里是这么认为的。这时贝尔突然小声开口道，少主您真的打算说出来吗？放心吧贝尔，姑父可是我最信任的人。于是我思索了片刻回复道，姑父，其实我是能升级的觉醒者。此言一出，姑父当场震惊，什么升级？我这才缓缓地解释道，现在地球上藏着外宇宙的侵略者，为了应对这个危机，我需要不断的猎杀魔兽升级，为了抵御未来的侵略，我就需要进入地下城变强。可就在这时，姑父突然问我，你听过我独自升级项目吗？看来你都知道了，怪不得你能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让姑父为难的整蛊吧。你刚才说的那些，正是公司正在筹备的单机游戏剧情。觉醒者里有个独自升级的觉醒者，他从最弱的1级开始，一直升级到 S 级，最后成为了世上最强的觉醒者，并开始保护这个世界。此言一出，我立刻就联想到，这个应该就是老爸经历过的故事吧。想耍你姑父我，小子你还嫩着呢。
这时贝尔突然就跳了出来，这明明就是你曾经的记忆好不好？看到贝尔的出现，姑父当场一惊，修好，这里怎么有张蚂蚁的脸？但贝尔却理都没理，继续说道，在你被遗忘的那些记忆中，你曾经可是君王如影随形的小跟班，也是看过最多次君王战斗的人类，应该是那些强烈刺激的瞬间，仍旧还刻印在你的灵魂里，这才产生了这种现象。千言万语还不如这个来得快。说罢，直接掏出了君王让他带来的钥匙，这是君王让我专门带给你的礼物。随着钥匙缓缓地插入姑父的胸口，顿时姑父的目光就开始变得呆滞，一段段回忆涌向心头。哥，你是一级吧？以后我来保护你。那个包那么重，你没问题吧？哥，你本来话就这么少吗？可你的话好像有点多。你想跟他一伙和我们战斗？哥，20次，不跟我一起战斗19次吧。求求你听我把话说完呐，哥，这是为国匠人工会制作的强化盔甲套装，你和我们2个人进入地下城，至少要做充足这些准备。趁我还能好好说话，赶紧脱下来，这样一来集体猎杀全都结束了。哥，你不仅救了我，之后还一直在帮我，对我来说比亲哥还要亲。如果你把我当哥哥的话，那么以后我也把你当做我的亲弟弟。来，干了这杯。至此，姑父想起了曾经的记忆，泪水也顺着脸庞哗啦啦流了下来，顿时就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没想到在这个世界再次能跟大哥相遇。见状，我小声地询问着贝尔，你对我姑父都做了什么？贝尔示意我放心吧，他只是找回了之前那个世界的记忆而已。原来如此，大哥拥有可以无止境变强的能力，你作为他的儿子，你应该也有这个能力对吗？没想到大哥还在保护这个世界，免遭外省伊塔林的侵略。果然大哥还是如此的不同凡响。为了阻止伊塔林对地球的侵略，我也必须变得更为强大。你也真是的，都到了这种时候了，为了体面还专门写了企划书过来，不懂变通的样子简直和大哥如出一辙。情况姑父都已经了解了，就不能继续把你当小孩了，保护你袒护你。此言一出，我顿时就兴奋了起来。我接受你的提议，欧耶！此时的姑父心情十分低落，大哥仍在承受着艰难的试炼，但是他希望能重新唤起我的记忆，那这就说明他也给了我能帮上忙的机会。那就交给我吧，我一定会好好的辅助修好的。很快姑父就给我组建了一支觉醒者队伍，可这些人看起来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看来全都是用来凑数的最佳人选。一名拄着拐杖的觉醒者询问道，真的不用进传送口，只要凑人头就给2万吗？而且你真的要一个人进去吗？我不知道你到底有多自信，但是这种行为太冒失了。如果在里面真需要帮忙的话，随时知会我们一声吧。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但说不定到时候还能帮上点小忙。对此我只是微微一笑。那么真需要帮忙的时候，到时候会通知你们的。过去老爸独自承受了很多，而现在的我也是如此。那么接下来的路也只能靠自己了。艾希尔和小辉，所以更能从我的伙伴系统里感受到他们心中暗藏的暖意。对于现在的来说，我不想再让老爸独自继续承受下去。与此同时的李文成这边，他为了新粉的事情不得不外出一趟。随后抬眼开口道，我们有3个月多没见了吧？老人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身份，这不是才上过新闻的死神工会的李文成副社长吗？闻听此言的李文成暗自窃喜，果然优秀的人怎么遮都遮不住，看来树立良好的形象也很重要。祝李社长度过愉快的一天，我是您忠实的支持者。而李文成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大家也都该用这种羡慕的眼神来看他，因为他生来就是富裕家庭的儿子，小时候便出道娱乐圈和广告界，在娱乐圈被称为亚洲王子，大巨变之后甚至成为了顶级觉醒者，堪称超级精英。原本以为会和他之前的人生一样，会一直处在金字塔的顶端，可因为他的司机林子龟成为 S 级觉醒者之后，而且2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反转，也就是从那时候起，这个世界对于李文成来说就已经垮掉了。一场大巨变引发的金字塔重组，可李文成对此并不甘心，即便是跟恶魔联手也在所不惜。随后他就抵达了目的地，赶紧收起你们那恶心的微笑，你们的主人在哪里？房子的主人回来了，你们就这么招待？这时一道声音突然传来，李文成是吧？可迎接他的却是一名拿着书本的男孩，头发的颜色和那双令人讨厌的眼睛。你是外星人？于是李文成轻轻地拍了拍小孩，上次见面你还是个小婴儿，几天不见就长这么大了，而且魔力也变强了，成长的还算蛮顺利吗？闻言，男孩淡淡的回应道，我早就说过了，不是成长而是恢复力量。为了解决苛刻的次元移动问题，我把拥有强大力量的本体分为小块的力量和人格传送到了这个世界，最先到达的是婴儿状态的，然后跟到达的第2个碎块融为一体，也就是现在的我。虽然记忆是相通的，但是人格和你认识的那个有点不一样，简单来说就是别跟我套近乎。闻言，李文成却只是撇了撇嘴，我对你的什么人格不感兴趣，你还记得之前我们的约定吗？男孩表示当然记得，财富和名誉，还有除掉 S 级猎人林子龟对吧？说吧，这次找我有什么事？闻听此言的李文成却是一脸不屑，我难道还不能回自己家了吗？新粉的生产出现问题了，最近提供柴火的猎狗工会和 S 站的工厂被破坏了，所以我来问问还有没有新粉库存。可男孩却只是轻声的询问道，找到袭击的原因了吗？听说剿灭猎狗工会的是戴着黑色面具的猎人，而且用新粉制作配方建立流通机制的是你李文成，你不是承诺过这个机制不会出问题吗？闻言，李文成当即摆了摆手，什么事都自己上心的话，是办不成大事的小朋友。此言一出，男孩的眼神突然就变得凌厉了起来，就连李文成心里也是当场一惊，之前的人格选你做马可真是个错误。闻听此言的李文成当即怒了
二话不说就从腿脚掏出了武器，并直接就横在了男孩脖梗上，并且以威胁的口吻朝着男孩说道：“我可跟那些被你洗脑的傀儡们不同，我是一不高兴就能在你恢复力量之前，就轻松能取你小命的几猎人，所以你要搞清楚，到底谁才是马。”谁曾想，男孩却只是淡淡的说道：“人类猎人评级的唯一标准，好像就是身上的魔力量，认为它就是实力的指标，太愚蠢了。”说罢，整个人身上就散发出一股股诡异的魔力。而正在走廊走路着的老人，突然整个人思想就变得空洞，紧接着脑海中就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符号。见此一幕的李文成也彻底傻眼，怎么回事？四面八方都有魔力散发出来，而且不仅是这一层的人被影响，是整栋楼上的所有人，此时已都被男孩的魔力所控制。而在大楼的正上方，正徐徐地升起一个巨大的黄色神秘符号。这时男孩才缓缓地开口：“之前的人格觉得需要你是为了生存，如今我已有了能生存的力量，所以我们的关系取决于你未来的能力。”而在男孩说话的同时，被洗脑的众人都朝着李文成围了过来。见状，李文成立即思索了片刻，随后直接丢掉手中的武器：“开玩笑而已，别当真，我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本事打败 S 级猎人而已。”对此男孩也懒得和他多说，算了，看在你还有用的份上就放你一马。也就是在同一时间，大楼上所有的人都恢复了正常。这时一名女子拿过来一箱子东西，这是把兴奋压缩100倍的觉醒剂，稀释后就能做出大量的兴奋了。这是把兴奋压缩100倍的觉醒剂，对你这样的1级猎人也有效果，你想不想试试？闻言，李文成无奈苦笑着说道：“谢谢你的好意，我怎么会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呢？但也说不定，也许他这次给地球招来了一个强到离谱的怪物。”但他才不会去管这么多，他只要能得到他想要的9星，其他的又关他李文成什么事呢？这时男孩突然丢掉了手里的书本，我感觉到了，又有一个碎块快到了，只要跟下一个力量碎块融为一体，我就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到时候真正的侵略地球就开始了。而在传送口的外面，这些老弱病残的觉醒者只需等在这里，我每进去一次，他们就可以得到3万。而日益的条件就是对听到和看到的事情保密，而且他们已经是第4次收到钱了，管他呢，有钱哪想那么多干嘛？可拐杖男却十分疑惑，那人不带开采队也不带回收队，一个人就把传送口通关了，既不开采又不回收，进传送口估计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吧。况且最开始去的是 D 级传送口，现在都开始去 C 级传送口了，他一个人也不知道进去做什么。殊不知我的影子士兵就是开采队和回收队，而小辉和艾希尔负责清扫战利品。但艾希尔心中也十分疑惑，不过少主一个人去对付 C 级 BOSS， 他真的可以吗？其实他有点多虑了。如今这种 C 级的 BOSS 对我来说，我仅仅也就只需要一记旋风斩，就可以对 BOSS 触发麻痹效果。但 C 级 BOSS 的抵抗力实在过高，仅是眨眼间又恢复了。奇了怪了，我还想试试上次获得的断剑的麻痹效果，应该是对蜘蛛这种怪物没用，对于虫子这种生物，看来只能使用最原始的方法了，那就是直接干死它。刀剑无用，那么就只能用拳头了。很明显 BOSS 也没想到我会与他贴身肉搏，而我也使出了自己的全力一击，狂暴的冲击波直接轰到了 BOSS 头上，一拳也仅仅只需要我全力一击的一拳， C 级 BOSS 就直接惨死在我的脚下。下次去 B 级传送口应该没什么问题。现在战斗中我已经能熟练的使用支配者之全能，而且在升级的同时战斗技巧也越发娴熟。但话说回来，支配者之全能技能我平时也只用它来搬东西，如果把这看不见的手用到战斗中，也不知效果会怎样。没想到会变态的如此离谱，仅仅只用了一击，以击杀巨型阿拉卡涅，等级也得到了提升，支配者之全能也升到了2级，但我的疲劳度也已到了极限，可能是需要更多的专注力吧。这么用完之后身上好疲惫啊。根据如何使用支配者全能，战斗方式也会变得十分丰富。这时小辉和艾希尔也赶过来，艾希尔惊讶地询问道：“少主您打败终极 BOSS 了？”闻言我笑得都眯起了眼睛，那当然了，怪物的材料也全都回收好了，而且现在可以在橱窗中直接出售材料，这也着实太方便了。这时身后的贝尔疑惑道：“按照人类猎人标准来衡量的话，少主您的实力已经接近 B 级了。”闻言我立即打开了状态窗，等级已经达到了28级，果然和贝尔说的一样。这时贝尔继续补充道：“而且在少主您变强之后，小辉和艾希尔那两家伙好像也变强了。”见状，艾希尔试探性地挥舞着拳头，确实感觉战斗完之后有力量进入了身体，但我却十分疑惑，你都没有喝血，为什么会有找回力量的感觉呢？不过话说回来，我好像能看到你们俩的等级呢。艾希尔19级，小辉17级。对此艾希尔十分疑惑，我们又不是像程潇雨君王那样的玩家，您说等级我们好像也看不到。闻言我思索了片刻，虽然不能攒积分，但是升级的话积分也会增加，他们俩能变强是件好事，但是后代伙伴系统还有好多待解开的谜团，要不我们去试试是不是真的能升级吧。对此艾希尔十分疑惑，怎么试呢？闻言我咧嘴一笑，当然是去集体猎杀了。听到猎杀，艾希尔当场傻眼，还去猎杀？今天已经猎杀2次了。贝尔也提醒我，少主凡事要有个度啊，但我觉得趁时间还来得及，那就先去做每日任务吧，然后带着小辉和艾希尔猎杀魔兽。但却令我十分不解的就是暗影地下城出现传送口，而且里面传出了很强的热气，难道是传送口内部受到影响了吗？于是我向贝尔询问道，暗影地下城也会出现传送口吗？贝尔仅是迟疑了片刻，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这时系统传来提示，原来是紧急任务次元军裂，感知到次元军裂，请通过连接的传送口移动，清楚引发次元军裂的原因。原来是系统派发的任务，
见状，我嘴角微微向上一扬，接下来就好玩了。于是直接丢给艾希尔和小辉2件隔热长袍，穿上后可隔绝直接光线和一定的热气。当然，这都是在系统商城内部。正好我还想再猎杀一波魔兽，这不一举两得吗？我们马上进去吧。与此同时的异国实景地下城金字塔区域，他是里奥星阿修罗公会 B 级猎人。可恶，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劈头盖脸就让我们离开地下城，这里是我们阿修罗公会先来的。但绿眼男人只是轻蔑地回复道：“先来的那又如何？我在最后警告你们一次，从现在开始，这个实景型地下城归我们公会所有。如果有意见的话，我们就全当你们向我们宣战了。”闻言，阿修罗公会的 B 级猎人沉思了片刻，该死，偏偏是在这里遇到了实力强大的清道夫公会。在绝对实力面前，显然一切都是徒劳，而且还是清道夫公会的级猎人蓝道夫。可即便如此，阿修罗公会的众人也没退缩，强者的尊严不容践踏，大家准备战斗。对此，蓝道夫只是不屑地闭起了眼睛，紧接着口里冷哼一声。可就在双方要进行一场大战之际，一只大手从一旁突兀的出现。不对 ，Excuse me， 打扰了，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居然是沙漠地下城，怪不得传送口有沙子掉下来呢。这时贝尔在一旁提醒道，他从金字塔内感受到了强大的魔力，不过又好像看到了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东西。这里为何会出现汽车和铁丝网？据说机器在地下城内是无法启动的，难道有不属于地城内的东西存在？难道是通过传送口弄进来的？但贝尔当即就否定了这个说法，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准备去前面探查一番，可探查完后就有了奇怪的事情发生，地下城的传送口居然不见了，外面的拐杖男等人也是一脸的疑惑，可能是有人杀掉终极 BOSS。但是我却还没有从地下城出来，于是众人连忙打电话向外界求救。而此时的我已来到了金字塔内部，也正好看到了2队人马即将交手这一幕，所以应该是我们先进入了金字塔内部，而他们应该是开车过来的，而且他们的对话全是英语。幸好在之前我英语学的还不错，因此才会用英语和他们交流。见状，里奥星沉思了片刻，又是一名猎人，继清道夫公会之后，难道东方的猎人也要来抢占地下城的所有权吗？但蓝道夫只是不屑地望了一眼，真麻烦，这群蝼蚁可真是纠缠不清。说罢，他的眼神突然一凝。婆婆曾经预言过，解除封印在死亡中诞生的生命，将带着让亡灵站起来的力量，会出现在坟墓里。这个预言出现之后，异国就有了金字塔实景型地下城，异国的坟墓、金字塔还有死亡，这不就全对得上了吗？这时蓝道夫想起来时的忠告，如果有其他公会来抢夺地下城的话，就按照清道夫的方式来处理。于是蓝道夫闭着眼睛冷冷道，如果你也是为了地下城而来的猎人，我在这里最后警告你一次，现在滚的话，我或许还能留你一命。闻言，我冷汗不禁就流了下来。如果这里是地下城，即便是为了完成任务，我也必须得攻略这里，因此给了他否定的回答。见状，蓝道夫的拳头突然咔嗒一声，你也太天真了，那么你就准备把命留在这里了。见此一幕的艾希尔和小辉则是一脸的担忧，就连里奥星都没想到蓝道夫会突然出手，可我很轻松就躲开了蓝道夫的攻击，这可是蓝道夫所没有想到的，而我也做好了战斗的架势，这可是你先动手。说罢，手中的长剑直接刺中了蓝道夫胸前的盔甲，力量变强后，我都不知道会有多大的伤害。我击中的是盔甲，他应该不会死啊。可蓝道夫此时却是一脸的震惊，区区一名小屁孩而已，居然敢如此小瞧我。说罢，又是一拳朝我轰了过来，而我也在第一时间躲开了攻击，气得蓝道夫当场下令道：管你是阿修罗公会也好，东方人也好，统统给我杀掉，格杀勿论。见状，一旁的小辉和艾希尔也坐不住，居然敢对我们的少主动手，先问问我们答应不答应。里奥星也瞬间意识到，和清道夫公会的这一战是在所难免了，而我和他的想法大致一样，如果想要完成紧急任务的话，就必须得在这场争夺战里获胜。现在我可以确定的是，刚才我攻击的盔甲男所属公会是敌人，而那个小胡子的立场暂且还不清楚。可不管如何，必须得先解决眼前的这群盔甲男才行。几个回合下来，盔甲男才发现一时拿我根本就毫无办法。小屁孩，你的实力还真令人意外，实力不够还敢跟我们清道夫公会为敌，乖乖听强者的话难道不好吗？此时的我心中也十分疑惑，原本是想把这些盔甲男打晕，但失败了，没想到这些家伙居然这么亢奋，不能再继续拖下去了。于是准备使用才学会的支配者全能战斗法，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在人身上，可这力道也太过于强大了吧，要是一不小心把他给打死的话。可就在我犹豫着要不要收力之际，里奥星的身影突然就杀了过来，二话不说就直接刺中了盔甲男。紧接着盔甲男嘴里鼻子里喷出一口老血，然后整个人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这时里奥星才缓缓开口，在你避开蓝道夫的攻击时，我就能看出你的实力很强，但是你刚才犹豫了，你是怕杀人吗？对猎人来说的危险的不仅仅是魔兽，最为危险的便是人类，想保护自己就要有相应的觉悟。闻听此言的我是一脸的不懵逼，觉悟？我已经做好了赌上性命的准备了，难道这些还不够吗？因为到至今为止，我还没有遇到过非要杀人的情况，即便是和猎狗公会战斗的时候，由于实力差距悬殊，所以可以不太费力就能解决战斗，但是怎么可能都会遇到对我有利的情况，也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情况，不杀人就无法保护他人的情况。但在发生大巨变之后的这个事件，应该会层出不穷的出现吧。一直专注升级的我其实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要扔掉大巨变之前的感觉，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跟李文成战斗。这时里奥星介绍到他是阿修罗公会的猎人，我们正因为清道夫公会的事情头疼呢，你要跟我联手吗？
可话音刚落，迎接他的却是我蓄满力量的拳头。可我的目标并不是他里奥星，而是在他身后试图偷袭的盔甲男。而这拳毫不留情地砸扁了他的脸庞，并直接将其就给轰飞了出去。以后如果我再遇到这种情况，我绝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出手。地上的盔甲男此时已被揍得不成人形，而兰道夫的脸上却没有太多表情，一击就让 B 级肉盾进入濒死状态。说罢，嘴角突然露出一丝冷笑，有意思。这时我也意识到兰道夫绝对不好对，于是朝着里奥星说道：“我是来自 H 国的修好，我们联手吧。”